院子里蝼蚁般的小人竟想杀我，他究竟有多强，才敢向万丈巨人出手，使我受了伤。唉，就3年寿命了，直接回老家吧，就当提前养老了。李林寿命3年。老家环境就是好啊，鸟语花香，还能看到流星。就是这流星怎么越来越大了？检测到智慧生命体，开始融合；检测到科技产品，开始分析。融合分析完成，开始唤醒女王大人。生物的进化不是越庞大就越厉害，量变引起质变才是关键。下一代重组女王啊，接受我失败的经验吧。路已经铺好了，希望你比我走得更远。什么鬼？我脑子里多出的是什么？不对，我手机还好还在，嘎不可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啊！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女王大人，我是母巢啊。哦，对，传承知识里有。你能干啥来着？包子投放，思维加速，超级运算，越纬度等于后代。话说我是男的，不能叫我父王大人吗？好的，女王大人。真是个人工智障。对了，你能治疗癌症吗？抱歉，女王大人，我的能力只能加速病情。真是废物啊，还得让我自己来。抱歉，女王大人，这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不过根据上代女王遗留的经验，您可以创造一个跟您类似的文明来治病。那倒也是，按你的经验需要多久啊？使用孢子投放加时间加速，大概50年。那倒是不久，可是就算我没病，估计也活不到。你真是个智障。母巢上代重组，冲击高维失败遗留产物，传承智慧生命，地球东山再起。胶囊公司的道具就是便捷，不枉我花了大价钱买这一套。请女王大人注入生命之源，我准备好投放孢子了。好的，马上。还好老家水井还在，我这就准备放水。开始投放孢子。孢子化为最初生命形式，也就是单细胞原核生物，借助生物进化的经验以及万倍细胞加速的影响，可以把原本几十亿年的生物进化浓缩到几天以内。但是这还不足以产生智慧生命，哪怕以全宇宙的视角来看，智慧生命也是一种奇迹。根据重组的技术单位，1倍是1年，细胞分裂速度1万倍，相当于1天过去1年。这种加速会让生物没有时间思考，脑子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恐怖的分裂速度，只能依靠庞大的基数，本能的优胜劣汰，超快速顺应环境。但是生物的多样性更能促进生物的进化，从而为文明的产生打下基础。借助上代女王的经验，这次母巢把生物的体型限制到了极限，所以哪怕是一个小院子，也可以形成一个小的生态圈。想不到短短1周就有2期生物诞生了，真是期待智慧生命的诞生了。最近感觉身体都好起来了。那是院子里所有死去生物产生的生命能量反哺，哪怕少，但是量大。顺便提醒您一句，您的癌细胞也得到了反哺增强了呢。这么说，我的病有救了？并不是，是您可能嘎得更快了。不会说话就少说点，没人把你当哑巴。话说还有多久才有文明诞生？再不治好我，就等着换女王吧。文明的诞生需要智慧，只有把加速降到100倍，他们才能思考，而且比较缓慢。这里推荐干预一下进程，认为增加智慧生命基因节约时间。你可算是给出了点有用的建议，可惜我的细胞现在效果不佳，毕竟没有超凡因素影响的癌细胞只会生成一滩烂肉。我去想办法整点合适的基因。你好，快递到了。好嘞，来了。果然，加钱什么都能买到。看我买到了什么好东西。根据您的购买记录显示，这是猴子的基因。没错，就是还有活性的灵长类基因。
这下能加快智慧文明的出现了，这可是最接近我们的生物了。要是还不行，你就准备找下家吧。给我圈出一小块地，我要做个实验。好的，马上。准备完成，请女皇大人大展身手吧。叫我父皇大人。现在开始你的表演吧。好的，女皇大人，您瞧好了吧。开启时间加速吧，等他们进化成野人再停下。好的，女皇大人，您瞧好了吧。这个眼神充满了智慧啊，一看就能成大事。开始准备投放到沙盘吧。好的，女皇大人。元历公元前50年，天选之族元族在浩荡天地的恩泽之下，于天池之中苏醒。由族中尊长的先祖引领，众人踏上了开拓之旅。脚步所及是广袤无垠的原始大地。起初，祖先们斩断荆棘，辟出条条通路，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惊人的繁衍能力，族人迅速。但好景不长，正当众人寻觅边界之时，他们遭遇了重重的挑战，遇见了那传说中的巨兽一族。随着广袤大地的颤动，巨兽一族以其威猛无匹的姿态降临。他们坚如磐石，力大无穷，如同天边一动的山岳，透着一股压倒性的力量。元族在他们面前显得渺小无力，那些曾经以为稳固的疆域和生存的家园，似乎在一夜之间弱肉强食的法则在原始世界无情的上演，元族先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明白与巨兽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转而寻求智慧的武器。元族的智者们凝聚到一起，策划着如何以微小之力撼动大山。我觉得可以做些大的陷阱，让巨兽受伤，再让我们元族的勇士一拥而上，就能解决这个困难。太慢了，我觉得直接让我族勇士冲进巨兽肚子里，从内部伤害怪兽更容易。老二啊，我怀疑你给怪兽加菜呢，还不如直接投毒呢。你们太保守了，我可以让我的孩子去，多一种办法，多一份希望啊！我同意，都试试吧。俺也赞同，再不试试，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去吧，带上我的孩子。好的。他们发明新的工具，制造简易的机关，挖掘陷阱。他们学会观察巨兽的行为模式，利用环境进行智慧的对抗。大道如天，命运多舛。这艰辛的局面并未因团结一致的力量而看到曙光。垂死挣扎的族人带着仅剩的一线希望，回到了圣地天池边。天要亡我元族啊！我的儿啊！只能祈求上天怜悯啦！警告！警告！女王大人，您创造的元族即将消失。什么情况？我就吃个午饭的功夫，怎么就要凉了？先调整他们恢复到正常细胞分裂流速，1比1，我去准备些东西。对了，你把这只小强做成他们能用的基因药剂，能不能撑过这波，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好的，女王大人，马上执行。我准备好了，走吧。好的，女皇大人。你怎么变声了？看网上说女生更受欢迎呢。厉害了，你这上网比我还溜。对了，让你准备的基因药剂准备好了没？已经准备好了呢，就是太小了。您打算放到哪里？就塞到蜡烛里吧，刚好一起带过去。好的。搞定。走吧。开启重组感知屏蔽。看到元族的惨状，李黎有些难过。母巢在旁边说道：虫族是繁衍力极强的物种，它们都是无意义的量产演化孢子，如蜉蝣一般短暂的生命，除非它们能够超脱。天啊，那是什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生物？根本望不到顶，最起码是超过1000米长的超级巨兽。逃啊！超脱？何为超脱？打破被动进化，能控制自己的基因锁，成为虫群英雄。那希望这剂生物药剂
能帮他们诞生虫族英雄，要不就快灭族了。刚才就一直轰轰响，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长老，出现了万丈巨人，快逃吧，都到圣坛旁边了。你不早说，我都看到那撑天的柱子了，跑不及了。母巢，准备帮我传话。好的，主人。我是来拯救尔等的，因为尔等是此间唯一的智慧生命，但我不能直接出手，遂为尔等引路。我将赐予尔等永恒之枪、文明之火、力量之血。永恒之枪，无坚不摧，世间最强的武器。文明之火，掌握了它，就是掌握了文明起源。力量之血，唯有世间最勇猛的勇士才能服下，熬不过死亡，熬过就拥有无与伦比的伟力。活下来的勇士将获得吉尔加美什的美名，流芳百世。千万年以后，人们从考古中重现元祖的历史性意义。智慧巨兽高万丈，身洁白，周身圣光，踏碎大地山川而来，降下神迹，拯救元祖。即将文明的3样宝物火炬、圣矛、力量之血，交予年幼的英雄王吉尔加美什。调成100倍加速，看看这些元族能不能给我一个惊喜。对了，我去睡个午觉，有事记得叫我。好的，主人。时间加速，启动。孩子，你是我族最强壮的战士，这把永恒之枪也只有你能挥洒自如，就交给你了。光之巨人带来的文明之火用处颇多，可以帮你对付巨兽。经过众长老的研究，其留下的油膏可以更快的点燃物品。至于力量之血，你现在也可以拿走。我族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加油，孩子！你可要带领部落活下去。好的，族长，我去了。啊，真香！哎呀，年轻的勇士战胜了破坏家园的巨兽，获得了吉尔加美什之名，建造城墙，保护族人免受外来攻击，重建元族诞生的天池，被部落的人们称为英雄王。他甚至利用火焚烧土地，使得土地肥沃，开始耕种，进行简陋的农耕生活。可是元族只有30-40岁的寿命，而吉尔加美什已然30多岁了。他老了，不过他实现了年轻时他的梦想，带领部落在这片天地稳住了脚跟。下一任部落首领已经认定好了，他的能力不逊于我，能带领整个部族迎击巨兽，延续辉煌。就让我来看看，我呀，是不是世间最勇猛的勇士呢？就让我来看看，我呀，是不是世间最勇猛的勇士呢？这种力量实在太强了，我感觉现在的我可以打10个年轻力壮的我。力量之血，这是何其伟大的力量！我回来了，所以王位仍旧是我的。我活出了第2世，所以我还是你们的英雄王。我将带领你们彻底恢复到年轻时勇武热血，经过小强基因的加持，彻底成了这片大陆上的最强生物。我是无敌的。他独自一人清理了部落周围的巨兽，运用他那搬山之巨力，运送大量巨石，来带领他们开出石头大战，正式进入抵抗巨兽的17时代。我要建国。在清理完周边巨兽后的英雄王说道：“部落沸腾了，他们喜极而泣，相拥落泪。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位伟大俊美的英雄王带领下，颠沛流离的日子已经离去，不用再顾及部落也完整。新的文明时代开始了。英雄王带领着部落最强的战士们，扫荡整片大陆的怪兽巢穴，哪怕是这片大地上最恐怖、
号称拥有最强力量的白羽巨兽，也不过是在英雄王手下多成了一部片。他单手的力量竟然能拉拽堪比巍峨山丘的白羽巨兽尸体，让无数部落的人们引以为豪，震撼到极点。再加上大陆最强的永恒之枪，让英雄王的脚步轻松踏足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却在大陆的边缘撞得一笔四灰，大地的边缘好像有无形的主角，就像是保持世界的防御。哪怕是大陆最强生物的英雄也闯不过去，屡屡碰壁的英雄王只好经营起自己的国家，全力发展文明建设。在英雄王撰写的创世纪中，苏美尔王朝中史篇记载，吉尔加美什无力量之血，枪杀传说中大陆最强的百米巨兽，利苏美尔王朝搬动巨石环绕，建史上第一个城邦乌鲁克城。我们的世界天圆地方，现如今火炬的力量已经掌握，力量之血也彻底明白作用，而永恒之枪，我却找遍整个世界都没有找到它是如何打造的。吉尔加美什低语，温柔的抚摸枪身，这到底是什么材质？到底是什么巨兽骨骼，或是什么文明工艺？很遗憾，这个世界终究不是真正的世界，没有矿脉，没有铜矿、铁矿，各种矿石里云，也没有刻意埋下。毕竟搞不全元素周期表，走科技路线注定死路一条。而这里本来就是一片普通的农家小院，地面之下就是土壤，故而他们只能永远止步在石器时代。在他们对世界的认知里，永远没有金属这两个字。对这个世界而言，这个闪闪亮的坚硬不摧材质是神秘强大，而又是唯一的。都找到了世界尽头，也未曾找到当年那位光之巨人，他到底生活在世界哪里？吉尔加美什深呼吸，可惜我的生命又要走到尽头了，力量之血也对我没有作用了。我想再活出第三世啊！伟大的光之巨人，你到底在哪里啊？伟大的英雄王啊，巴比伦塔已经建造完成，请您验收。好，叫上部落最强的战士们，我要去向上天展示我这近200年的成果。记住，所有的战士都要到场。院子里蝼蚁般的小人竟想杀我，他究竟有多强，才敢向万丈巨人出手，使我受了伤。上塔！家里最小的绣花针，竟成了部落里帮助部落轻松带走白羽巨兽。这才不到2天，也成了多出来的这么多的不灭圣火。主人，这是英雄王举国之力搭建的，他的寿命又快结束了，大概就在半个钟内，他想再见您一面。这么快？根本没有任何实感，我就睡了一觉，玩了会手机，就要说再见了。算了，既然想来见我，还是去看一看好了。我无法改变他的寿命，但还是去见一见故人为好。好的，主人，而且你也该干预这个种族了。短短2天，他们就破坏了无数生态，灭绝了很多物种。他们像是蝗虫一样征服、战争、杀戮，毫不爱惜生态。再这样下去，估计过不了多久，沙盘就崩溃了，无数物种灭绝，就剩下他们自己，得去劝一劝他们节制了。好的，走吧，调慢他们的时间流速，恢复正常，然后开启点击屏蔽，我们去送他最后一程。好的，主人。为我们的成就喝彩吧！我这举世震惊的成就，也该引起那位的注意了吧？果然来了。吉尔加美什，这些年过得好吗？我呀，我过得还好吧。你的丰功伟绩将被后人称赞，你将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第1代国王，英雄王吉尔加美什，后世会为你谱写历史的赞歌。不，死后千百年的荣耀，活在口口相传的史诗中，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愿意舍弃一切，愿意付出一切，请交给我永生的3样宝物。物种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无法创造。不，你欺骗我，你能够做到，
你分明能够做到。那你响应我的号召而来，是来见证我的死亡的吗？我是为你送行而来，并没有延续你寿命的能力，也是来进行文明的第二次交接与警告。整个世界都被你们屠戮殆尽，我要求你们停止杀戮，和谐发展。停止杀戮吗？不，杀戮是不可能停止的，我的脚步也不可能停止。就让我亲手取出你的血，再活出一世。想不到我竟然走不过一招，面对巨人我等，竟如同蝼蚁一般。既然你们不听劝告，那我只能消灭你们。毕竟再这样下去，生态就要毁灭了。当年你给予了我们文明的种子，那么现在能再回答我几个问题吗？你问。你会用什么方式消灭我们？我将会用一场浩大的大洪水，冲刷淹没整片文明，毁灭你们曾经留下来的足迹。第二个问题，这片世界天元地方根本没有你的足迹，而你又说众生平等，这片土地对于你而言到底是什么？这片土地是我创造的世界，你们都是我的子民，万物对于我而言都是我的子民，故而你们都是平等的。哈哈哈哈，有趣，真是太有趣了。原来传说中的光之巨人是创造我们的造物主，我竟然还想窃取这份力量。最后一个问题，你创造我们的世界用了几天？7天。7天啊！人类的赞歌是勇气的赞歌，人类的伟大是勇气的伟大。你的事迹不应该被遗忘，我允许你们制造诺亚方舟，把世界上每一种生物种子都带上最少的货币。记住，你们只有3个月的时间。又要从头开始了，得想个办法加速。你有没有办法做个小沙盘，拉扯其他人的灵魂，进入院子里，把沙盘当成游戏，替我进化出新物种？小意思，配合现在的游戏设备，就能将玩家牵引到沙盘里。那就好，我先休息下，感觉这次沙盘反馈的能量不少。你准备好了，对我说一声。好的，主人。上塔。这才不到2天，怎么多出来个这么高的东西？主人，这是英雄王举国之力搭建的，他的寿命又快结束了，大概就在半个钟内，他想再见您一面。这么快？根本没有任何实感，我就睡了一觉，玩了会手机，就要说再见了。算了，既然想来见我，还是去看一看好了。我无法改变他的寿命，但还是去见一见故人为好。好的，主人，而且你也该干预这个种族了。短短2天，他们就破坏了无数生态，灭绝了很多物种。他们像是蝗虫一样征服、战争、杀戮，毫不爱惜生态。再这样下去，估计过不了多久，沙盘就崩溃了，无数物种灭绝，就剩下他们自己，得去劝一劝他们节制了。好的，走吧，调慢他们的时间流速，恢复正常，然后脾气顶平地，我们去送他最后一程。好的，主人。为我们的成就喝彩吧！我这举世震惊的成就，也该引起妹妹的注意了吧？果然来了。吉尔加美什，这些年过得好吗？我过得还好吧。你的丰功伟绩将被后人称赞，你将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第1代国王，英雄王吉尔加美什，后世会为你谱写历史的赞歌。不，死后千百年的荣耀，活在口口相传的史诗中，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愿意舍弃一切，愿意付出一切，请交给我永生的3样宝物。物种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无法篡改。不，你欺骗我，你能够做到，你分明能够做到。
那你响应我的号召而来，是来见证我的死亡的吗？我是为你送行而来，并没有延续你寿命的能力，也是来进行文明的第二次交接与警告。整个世界都被你们屠戮殆尽，我要求你们停止杀戮，和谐发展。停止杀戮吗？不，杀戮是不可能停止的，我的脚步也不可能停止。就让我亲手取出你的血，再活出一世。想不到我竟然走不过一招，面对巨人我等竟如同蝼蚁一般。既然你们不听劝告，那我只能消灭你们，毕竟再这样下去，生态就要毁灭了。当年你给予了我们文明的种子，那么现在能再回答我几个问题吗？你问。你会用什么方式消灭我们？我将会用一场浩大的大洪水冲刷淹没整片文明，毁灭你们曾经留下来的足迹。第二个问题，这片世界天圆地方根本没有你的足迹，而你又说众生平等，这片土地对于你而言到底是什么？这片土地是我创造的世界，你们都是我的子民，万物对于我而言都是我的子民，故而你们都是平等。哈哈哈哈，有趣，真是太有趣了。原来传说中的光之巨人是创造我们的造物主，我竟然还想窃取这份力量。最后一个问题，你创造我们的世界用了几天？7天。7天啊！人类的赞歌是勇气的赞歌，人类的伟大是勇气的伟大。你的事迹不应该被遗忘，我允许你们制造诺亚方舟，把世界上每一种种子都带上最少的货币。记住，你们只有3个月的时间。又要从头开始了，得想个办法加速。你有没有办法做个小沙盘，拉扯其他人的灵魂，进入院子里，把沙盘当成游戏，替我进化出新物种？小意思，配合现在的游戏设备，就能将玩家牵引到沙盘里。那就好，我先休息下，感觉这次沙盘反馈的能量不少。你准备好了，对我说一声。好的，主人。斜眼将士，他会是部落的希望吗？哇哈哈！我终于成功了！那么大一颗眼珠，这是好漂亮的山泉河流，好浩瀚的真实大地。我终于进化成为了两栖类动物。娘的，这游戏700多个 G， 这个画面果然物超所值，美极了！我要控制我的种族，去探索大地，称霸天下。世界是属于我的。吓我一跳，这是什么情况？主人，这是小沙盘中玩家的最新成果，不过它已经凉透了。这可怎么办？趁热还能用吗？不碍事的主人。虽然玩家被强制退出了，但是他的种族还在沙盘。由于眼球巨大，精神力也变得出奇的强大，就是前期有些弱，一不小心就会灭族。还好还好，那就趁着大沙盘刚清空，把它扔进去吧。可算出现个具有超凡潜力的生物。这届网友就是给力啊！这才1天就出现这么棒的成绩。我去，吓死我了！这100%痛觉的调节再也不是了，赶紧去网上写个帖子水一水。怎么说，我也是第一个发现了这款游戏的。现在就由我来做一个简易游戏测评吧。大家好，我是手册玩家老司机。现在我说一下我对这款游戏的感受。首先吹爆的就是真实的无感以及附带痛觉调节，虽然我没嘎过，但是真的疼。其次都是劝退项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一进游戏世界都是黑的，要进化出你的眼睛才能看到世界，这也太硬核了。但是物有所值，景色实在太美了。在游戏里，我们是一个包子，一个种族的首领可以控制自己种族的进化，但我们控制的那个王如果死了，族群再多也没有用，我们就会退出游戏。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游戏虚拟现实感非常的可怕，你进化出了什么生物，你就有什么生物的真实感受。比如你变成了一个虫子，
你就有虫子的全部感受。但是这个游戏一旦死亡，就只能重新建号，变回一个包子，你之前进化的等级结构全都没有了。哪怕你再按照上次的进化路程走一遍，结果也完全不同。这彻底符合了进化论的一个观点：演化史中任何生命的出现都是独一无二的奇迹。这个游戏仿佛真的像是真实进化世界，真实材质有无限可能，并且这个游戏设定相当有趣。我们这群包子生活的山川河流、汪洋大海旁边，住着一个浩瀚万丈级的朦胧神光巨人。我们在巨人的院子门口进化，我们就像是巨人院子里进化的昆虫一样。总之一句话，这游戏各种硬核，太劝退了，但也太好玩了。至于攻略，的确是没有，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各种进化学知识有点帮助。多的不说了，我就是一盘打得太久头疼才出来写攻略的。现在我进去再录一盘，这一次一定要活得更久一点。开启直播，水友们，我刚刚进化出了眼睛，这一步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大家就看我怎么征服海洋的吧。这游戏进化的很快的，现在我已经是节肢动物了，准备捕获其他小型动物。卧槽，这是大乌贼，我可不想重开啊，兄弟。大佬，自己人放兄弟一马。溜了。没想到随手做的硬核小游戏还能火，不过意见尽管提，采纳算我输。主要的希望还是在大沙盘，希望能赶紧进化出一套医疗体系，让我彻底没有后顾之忧。大陆又迎来一片生机。然而，不仅是猿族恢复了人口，巨兽也再次复苏。失去力量之血和永恒之枪，果园也没有矿石。17时代的猿族人口再次锐减，其中不乏有效仿英雄王的勇士，融合巨兽之血，可惜全部失败，仿佛只有特殊生物的鲜血才有可能。为了躲避巨兽，猿族只好开始迁徙。这一片地区探索的怎么样了？这片沼泽应该是大洪水之后水洼积累形成的泥泞地形，里面物种繁盛，有很多美味的果实。这里食物充足，会是我们部落的下一个采集点。小兵1号和2号呢？可能有小型沼泽生物在偷偷袭击我们。快走！好美啊！世界上怎么会有生的这么好看的姑娘？好，看起来比我们还弱小，却拥有特殊的力量。如果能拥有他的力量，杀了他，我们再逃。快走！力量本来就没有善恶之分，拥有光明伟大的力量之血，也可能走向暴君。挥舞不朽之圣枪，对万能之神发起挑战。而拥有阴暗的可怕力量，如果保持善心，也未尝不能保护人们。死亡无法压塌我们的臂弯，毁灭我们的脊梁。伟大的英雄王吉尔加美什曾经说过，人类抗争自然的历史是勇气与赞歌的历史，这是他命史官记载历史的原因。今天历史将记载我们这一日的勇气。瑟西、卡珊德拉，我美迪亚为你们感到骄傲，让我们带领部落重现辉煌吧。美迪亚具备强烈的荣耀感与使命感，他带领部落发动战争，手持木枪抵抗巨兽，外出狩猎食物。卡珊德拉的性格随和温柔，喜欢平静，哈哈哈，带领妇女们放火，种植药草，救治民众，抗争疾病。瑟西是个例外，但也不能合力杀死他。因为需要他的力量。女巫真是给我太大的惊喜了，不过他们的精神力运用刚起步，让我想办法给他们提速。
对了，主人，网上有各种冥想法、观想法，好像都是锻炼精神力的，应该有效果，可以想个办法给他们送过去。好啊，就是再像上次一样走过去，太没排面了，还得调整时间的速度，影响太大。这个沙盘游戏贼有意思啊！孢子进化，我们设定里还真是院子里进化的虫子。是要反击院子里的巨人吗？好牛皮哦！按照这种巨大体型，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盘古。别靠近他，我们九死一生才爬上岸，万一被他把王台撕了，我们哭都没得哭。兄弟，你好香啊！一群逗逼。对了，包子 OL 小游戏，我直接走玩家渠道，从一个包子开始进化成一个生物，我就是一个微型生物了。去大沙盘那边就搞定了，先让他们下线。本游戏紧急维护，在3秒钟立刻下线。狗策划3秒，说了等于没说。垃圾策划，让我去平台群吐吐槽。看看，这通告说的是人话吗？狗策划，你这不提前通知，有这么干活的？我要汽油了！第一次见到这种游戏策划，万人学书要求杀程序员祭天。习惯就好，这休闲游戏的硬核，反正也不是1天2天了。大佬们，你们受不了太过硬核，让我来，我干硬化，我超级能干。兄弟们，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那个巨人居然在院子里吃东西。废话，按照这个游戏的硬核和拟真程度，就算是 BOSS 也是要吃东西的。我们需要进化物种，然后打倒它。要短时间内打倒它基本不可能，但既然游戏拟真硬核，它在吃东西，那么我们就有打倒它的办法。他在吃东西，你的意思是你要在他的饭菜里下毒？但是我们在游戏里也没有毒啊。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我们这些小虫子也可以进化出一种剧烈毒物，神经性毒素，跳进它的饭盒里，然后自爆，让它把我们吃掉，成功毒杀 BOSS， 最少也让它拉肚子、拉稀。哈哈哈哈！溜，你这个方法阴蛮歹毒的很，我喜欢。我现在就回去恶补神经性毒素的生物知识，蝎子、毒虫、毒蛇的演化史。我要进化出一个长得像屎的剧毒物种，让它尝尝我们这些小虫子的厉害。我在它的饭里下屎，屎里藏毒。大佬牛皮，大佬牛皮！不是，你们在我的论坛上吐槽我，尤其是这位仁兄，勇气可嘉啊！这一次竟然想带人来搞我，本来还想给你记个大功呢，现在等着吧。埋了个水管，以后就可以从进化池直接进大沙盘了，还带开关的，我真聪明。接下来就是进化出一个能传递信息的小生物了。男主不仅偷听了女巫谈话，还想闯进他们的澡堂洗个澡。让我试试这款游戏，话说我还没玩过呢。请注册你的账号。骂我的都记小本本。请进化出你的眼睛。A few moments later， 哈哈，我终于上岸了。这个身体太那啥了吧？母巢，你这超维度统御后代还管用不？当然可以。那你说这个乌鸦和斜眼都一样丑，根据越丑越强定律，这个物种的潜力必然一样强大，和那个斜眼一样大。抱歉主人，根据推演，大概率并不具备超凡潜力，这只3眼乌鸦只是单纯进化失败的畸形物种。没事，要求不高，我进化出的物种能移动就够了。我终于进入了自己的沙盘里，可喜可贺。如今的部落房屋错落有致，繁盛到了一定程度。3女巫的力量比吉尔加美什弱得太多了，可他们也已经能勉强抵抗巨兽的侵袭，保卫自己的家园。人类在庞大的巨兽食物链处于中游，虽然无法抵抗一些恐怖的巨兽，但也不会随便一种巨兽就能把它们当成食物。即使是强大的巨兽，也要付出惨烈的代价才能袭击部落，以它们作为食物饱餐一顿。10多年下来，死亡了数百人后，又诞生了4位女巫，尤其是出现了1名男巫。然而瑟西的肆意妄为，让剩下的女巫制定了3大铁律：一生不许有所爱之人；2，成为女巫后严禁任何不洁的行为
3. 女巫不许滥用力量对人们出手。随着男巫的逝去，瑟西和众人的矛盾彻底爆发。美迪亚和卡珊德拉带着新生的4位女巫联合起来埋伏。毕竟瑟西这几年的特殊修炼，使其强出不一大截。莱恩昨天也走了，同时代的只剩我们3个人了。漫长的岁月过去，我发现只有我们3姐妹的情感才是永恒的，周遭都在变迁，唯有我们3姐妹不会老去。哈哈哈哈！姐姐你们2个人啊，一直很冷清高雅，不如我潇洒自在。要不我们嘿嘿嘿嘿。瑟西，你给我放尊重一点，不要拿你那一套用在我们2人身上。与其压抑，不如放纵自己，这才是作为女巫修炼精神成长更好的办法。加入我吧，以后女人负责保卫部落，然后让男性负责繁衍生育后代。这是暴政，你就不怕我们将再次迎来第2次的大洪水吗？瑟西面露恐惧，她越强就越感到无比的恐惧。现在的我不过是能击败10几米的巨兽，真是不敢想象最强的战斗有多强。姐姐你别骗我了，我又不妄图挑衅造物之主，我也不会毁灭其他的物种与生态，哪怕暴政也是我们人类的内斗，也应该不会理睬我的吧。你们这些年来精神进度太缓慢了，甚至不到我的1/3，我的修炼方法才是最快速的，哪管什么男人的死活。你的修炼方法是一条歧路，我们必须摸索出正确的女巫精神修炼之法。既然无法说服你们，就只能强行动手逼你们修炼了。我从未想过杀死你们2人，在漫长的岁月里能与我相伴的，从来只有我们3姐妹。你们很快就明白，妹妹的选择是对的，是为了你们好。就让我来强迫你们接受我的方式。你竟然强到这种程度，一起动手！哈！你们合力又如何？这就是女巫的力量吗？结界怎么失效了？先一起出手干废他，我们再处理恩怨。怎么可能？这是什么力量？这是冥想的力量。农家小院竟出现超凡功法，男主竟成为超凡的存在。你是谁？我是创世神曾经创造的智慧种之一，我被命为掌管世间众生的智慧之神赫尔墨斯，你们也可以叫我另外一个名字莫秋丽。我来是为你们带来世间的真理，也就是冥想、炼金、巫术。冥想之法可修炼成神，炼金之术开真理之门，巫术之妙能一化万千。随后，李林将网上找到的各种有关冥想、炼金、巫术的知识一股脑地讲给众人，然后直接下线。终于搞定，背这么多可累死我了。不过大沙盘里的超凡生物太少了，他们过得太安逸了，得想办法让小沙盘发力了。母巢，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主人，可以再招募一批专业的玩家进来，现在的小沙盘混子太多了。也是，第一批出现的超凡物种还是一名自学生物的。那这件事就交给你，给他们实行末位淘汰制，让他们也卷起来。要是再治不好我，谁也没得玩了。这些事就全交给你了。好的，主人，我这就去办。我去观察一下大沙盘，真理的火种已经埋下，就看他们创造出怎样的精彩。女巫们听了赫尔墨斯的话以及奇画的大饼，不由得放下了之前的仇恨。众人合力研究，终于在30年后修炼冥想法。有了正统的精神冥想法，众人实力再次得到提升。3人带头，再次挑战大陆最强的白女巨兽。然而众人高估了自己，3女巫陷入了苦战。美迪亚在生死间顿悟，瞬间秒杀巨兽，人类再次成为大陆食物链顶端。战后，卡珊德拉对天地有感，领悟治疗术，生生不息。瑟西则顿悟出邪恶巫。又过了30年，3大巫术体系基本完善，唯独炼金之术不见迹象。从此女巫数量暴涨，仅仅又过了30年就暴涨到30位。然而瑟西心有不甘，在修炼到比2人强后，再次伤害了男人，拉拢了一批女巫，堕落成黑暗女巫，最终寡不敌众，逃向远方成立教会。之后100年内不断被追杀，却总逃脱。3人虽然研制出了不少药剂，但仍不敌岁月侵蚀。美迪亚与卡珊德拉携手，瑟西不甘心就这么死去，
于是让手下把自己埋在魔法阵中。我说，我死后将不是生命的终结，我今生死去，你们为我前行，能让我在数百年以后重新归来，活出第二世。由此，三女巫时代彻底落幕。短短2天就见证了3位传奇的一生，真是精彩啊！不过现在轮到我来成为巫师了。母巢，加点。好的，主人，加点什么？哦，就是给我加上邪眼基因，我要修炼巫术了。好的，主人，过程有点疼，你忍一下。我操，是不是有点大了？能不能小一点？可以的，主人，这是改良后的药剂。好了，接下来就是慢慢偷学了。母巢，记录下大沙盘中培养巫师过程，一会我要看。好的，主人。对了，小沙盘有没有什么成果？记得屏蔽所有现实中的物品啊。当然有屏蔽，另外玩家中确实有超凡物种出现，不过提醒主人先看下论坛信息。让我看看这群家伙又在搞什么。男主只是做了顿饭，竟蹦出来只火凤凰。包子 OL 2册，老司机在线推导院子里干饭的巨人 BOSS。大佬，进化论学的那么溜的吗？这就开始打 BOSS。萌新刚刚开始进化出眼睛，还在看物种起源，不由得瑟瑟发抖。大佬，之前开的玩笑当真啊？要在 BOSS 的饭菜里下屎，实力藏毒。大佬是真打算下毒，已经用我的种族做过实验了，一只纠团灭了我全族，于是就叫他宋仲坤了。哈哈哈，兄弟，是你牺牲的光荣啊！我的毒素很有用，那么就开始下一步计划。现在已经4点多了，根据我平常暗中观察，巨人一会就要吃晚饭了，大家合力把我送到院子的桌子上，我要舍生取义，毒嘎他。溜，我们来帮忙。不是，你们有毒吧？我就在旁边看着呢，当面密谋。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可是你们敬爱的老父亲，真是大逆不道。母巢，这个新的物种是否具备超凡潜力？有的，主人，而且该物种有部分河豚性质，肉质极其鲜美，却毒素巨大，哪怕它现在这么小，也能轻易放倒一个成年人。这么厉害，那么能毒倒成为巫师的我吗？这个需要检测，但是您身为虫巢母皇，本身就可以免疫孢子生物的毒素。我不是母的，请叫我父皇大人。不过既然没有威胁，那就让我亲自检测下吧。刚好我也想知道河豚的味道。我就送你到这了。好的，兄弟，剩下的就看我的了。就藏在这里吧，一会到他嘴里就自爆。这饭有点凉了呀，热吧。喂，不是吧？这饭感觉也不凉啊，还好我把体感调节调到最低了。不对劲啊，怎么越来越热了？触发，体感调节出问题了啊！这位仁兄，让你吃点苦头，省得天天想找我。什么情况？这都没打，难不成适者生存，这就进化了？恭喜主人，第一位虫族英雄竟然诞生了！眼前的生物，在生物无法存活的高温情况下，濒临死亡发挥潜力，出现异变进化，成为第一个能在火焰中生存的超凡物种。这是在数据库从未出现的演化，但远弱于传统虫族英雄，不能调整自身的基因链，只能算作伪虫族英雄。厉害了，不过这都搞不死他，只能让他下线了。本游戏紧急维护，在3秒钟立刻下线。又来，这长相好像传说中的凤凰。扫描结果：火焰操纵、火焰剧毒、火焰免疫、浴火重生。基因链不可调控，独一无二。浴火重生，那不是永生不死？连虫巢母皇都做不到永生，实现无限的寿元，这个生物做到了。并不是永生，只是他死后，他的后代继承他的躯壳而已，就像灯塔水母一样。真是太好吃了，以后这宋仲坤就是我的专属零食了。毒素检测的怎么样？毒性极大，超凡物种摄入也会瞬间死亡。厉害了，不愧是老司机，每次都能给我带来惊喜。正好把这只凤凰送进大沙盘，给巫师世界增加点魔力。走你，会飞的物种就是方便啊。开局撞大运，
穿越巫师世界，本想横扫世界当救世主，却惨遭邪恶女巫羞辱。终于又进来了，大家看我进化出了什么？新鲜的史莱姆。通告：恭喜玩家混元霹雳所演化的物种史莱姆具备强大潜力，获得成就奖励：一、当前物种作为初始种族；2、永久获得游戏名额；3、开启第二人生。选一吧，你看我现在直接就上岸了，可省时间了。不，我选3，毕竟我都半截身子进土了，就想看看怎么能再开启一次人生。请抵达以下指定地点，打破世界壁，进行世界通道的穿越。我去，这是什么？好大的玄武啊！是新地图吗？好了，兄弟们别送了，我去了。警告，请完全融入该世界土著身份，任何透露不是这个世界的内容都将抹杀。哈哈，没想到竟然是真实的异世界，看来我现在是主角了，就看我如何颠覆世界，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吧。咦，有人是我的白富美吗？这是什么生物？从来没有见过，看起来挺可爱的，好像可以代替斜眼用啊。他在说什么啊？怎么听不懂？是夸我口慢吗？我去，这是邪恶女巫吧？我还是庄家吧。真好用啊，把这个物种带回去繁衍吧。不是，刚走一个又来。蔷薇教会的那些女巫们可算走了，这么可爱的生物，她们竟然也下得去手。咦，竟然还有一个幸存的。就这样，刚穿越的史莱姆就被人捡走，过上学习异世界语言的生活，也逐渐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框架。如今邪恶女巫当道，消耗男人修炼，成立了蔷薇王国。而眼前这位却是善良的传统女巫，居住在传统女巫为首的巴比伦王国。由于传统女巫修炼缓慢，如今已经成了蔷薇国部主，定期上缴修炼资源。小家伙，你知道吗？在蔷薇王国，你已经彻底被列为邪眼外的第二魔宠了，给那些邪恶女巫修炼用了，而且才卖10个蔷薇币。要知道，我的见习魔法手杖都能买30个你了。不过也多亏了你们出现，让我们巴比伦王国的男人供给缓解了很多。伟大的领袖莉莉丝大人说，多亏了史莱姆的出现，救了我们巴比伦王国的命。你可真是我们的救世主啊！不是，我想当救世主，但不是这么当啊。穿越巫师世界，变成史莱姆，看我如何掀翻世界，成为救世主。你想拯救传统女巫吗？哎呀，你会说话。历史上有记载的智慧生物，除了我们以外，就只有创世神和智慧神了。对，我就是。可惜你不是神族，不然不可能任由种族受那样的羞辱。但是我真的能帮你们。你还是见识太浅了。邪恶女巫的君主号称死亡大帝，拥有堪比英雄王的伟力。你个小小的魔宠能犯起什么疯来？你别不信，我这根触角可是很强大的。好好好，你最厉害行了吧？那你敢不敢让我修炼下？我真的很强的。好好好，那就给你试试吧。还好我的小金库富裕，养你还是很容易。就这样，史莱姆顺利获得邪眼基因，借助半辈子的工科知识，成功开启了真理之门。30年后，不仅成为了4级巫师，还创造出生物铠甲，拥有了越级挑战的力量。可惜小白已经养不起我了，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别想了，得再找个富婆包养了。穿越变成史莱姆，开飞机打穿巫师世界，镇压7级大帝，开创炼金时代。你是谁？竟然能无声无息跨过王殿的防卫？无名火影海姆，这是4级巫师的气息，5级的力量，怎么会有漏掉的4级男巫？这是炼金之术的力量。这个男人竟然打开了真理之门，获得了无穷智慧。我们的王国终于来吧，国王，把巴比伦王国的举国之力交给我，我来替代你们，来战胜那个高高在上的死亡君主大帝魔杜莎。什么情况？这么强大的男人竟然是指史莱姆？就这样，莉莉丝女王忽然收集全国的修炼资源，全力供养起了霍因海姆，哪怕50年间不断被质疑，也不间断，直到这日。终于6级巅峰了，加上铠甲稳压普通的7级强者，是时候回一回魔杜莎了，让你们这些土著长长见识，什么才是知识的力量。今天我就要以血签字
有趣，没见过的魔兽。仅仅只是用三女巫时代的巫术就能抵抗住我全部的力量，看来你是打开真理之门了。那么就让你见识下我被称为死亡大帝的原因吧。禁术：蔷薇抵赖花藤，吉尔加美什。魔兽去死！不愧是古苏美尔的英雄王，光是召唤过来的古代才兵就已经勉强抵达奇迹境界了。看来不能再用飞天女子了，得动用霍因海姆了。这世界的土著，好好见识下科技的力量吧。这就是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吗？卡住我的那个境界，给我动起来！谢谢你让我领悟死亡与恐惧的真谛。如今我已经7级了，你给我当王后吧。你才7级啊？阿累，我一直以为你早就7级了。这就是炼金的力量，足足跨越了一个大等级。你要学吗？我可以教你。你疯了！就这样，霍因海姆炼金大帝君临天下，解除奴隶制与暴政，统治山顶蔷薇女子王国、平原巴比伦巫师王国以及因女巫实验而产生的兽人国。由于传统女巫拥有稳定、精细、平和的精神力，才能成为炼金师。传统女巫再次变为强势与主流，由此进入炼金大爆炸时代。各种炼金工具和武器日新月异，炼金飞艇、炼金杵。炼金大帝再次试图劝服莫杜萨，让其放弃自己的道路，跟自己修炼炼金术。可惜莫杜萨拒绝放弃肤色，无奈只能将其镇压在大海中央。炼金大帝始终是6级，他彻底磨灭真正的7级，只能熬到他老死。在此期间，炼金大帝挑战幼年神兽动物，获得神兽之血，成功炼制出扩容基因药剂，再次融入一种超凡基因，成功延寿，再次镇压一世。可惜最终仍未突破7级，寿终500载，传位于徒弟艾尔敏。至此，炼金大帝时代终结。他终于嘎了，再不嘎我都快凉了。6级差点熬走7级，不愧是你，霍因海姆。没想到你能在我的沙盘活到5天，真是精彩的一生啊！可算是把炼金术整出点苗头，下次有机会还放你进去。母巢，这几天有没有新生的超凡生物？有的主人，有个玩家突发奇想，解决了沙盘没有金属的弊端，还有一群玩家在一起搞事情，搞出来了个怪物。这么厉害，快让我看看。小院惊现大章鱼怪，玩家背后竟然还有老六。各位，根据会员霹雳的情报，第二人生就是穿越到真实的世界，而且时间流速和现实差距是1天比100年，也就是真正的第二人生。现在组织一次集体穿越，没事的兄弟都来凑合热闹，听指挥就能穿越了。真的吗，大佬？刚进来就能碰到这种好事，真是太幸运了。大佬带我。好的，这是相关资料，领到的人听指挥有序进化合体，大家一起进游戏了。我来组成头部，我来组成脊椎，我来组成头发，我来组成肌腱，我们来组成四肢。我们成功了！我操！根据资料，造神计划由9名玩家为主，90名玩家为辅，带领自己的族群组成一个整体，相互形成寄生关系，从而达成特殊成就，获得穿越资格。通告：恭喜玩家老司机等99名玩家所演化的物种万物归一者具备强大潜力，获得成就奖励：1. 当前物种作为初始种族； 2. 开启第二人生。咦，怎么没有永久获得沙盘游戏名额了？我本来还想偷偷选那个的，可恶啊！我靠，你们这些混蛋都想当叛徒，还好没有这个选项，不然少了大部分零件，我们就废了。怎么离开新手村？只保留一个部件也没有用，大家都选2吧。请抵达以下指定地点，打破世界壁，进行世界通道的穿越。万物归一者，基因特性：不可名状恐惧，形体更换，滴血重生，与世长存，可无限成长，潜力未知。这些玩家
真的整出来个不得了的东西。这玩意属于克苏鲁了吧？刚好给莫杜萨点压力。炼金大帝一走，他过得太悠闲了。该生物能量太过强大，无法穿越世界通道。我们进化的生物果然已经算是神了，我们的造神计划成功了。可是这尊神太强了，穿越不过去怎么办？我们整体是强，但化整为零，一个个部件拆散了，运送偷渡到异世界，再重装起来啊！666，这个想法牛啊！警告，请完全融入该世界辅助身份，任何透露不是这个世界的内容都将抹杀。哈哈哈！异世界，我们终于来了！快！10万火急，莫杜萨应该要重新统治世间了。看我们这个异度空间的巨大邪神打破维度，降临巫师世界，帮助艾尔敏君主大帝吊打莫杜萨，然后要艾尔敏签名。对。呵，男人。这几十多个都是见色起意的家伙，既然是一场拟真游戏，我就要选择我自己的人生阵营。我们两边阵营各占一方，你们占艾尔敏，我占莫杜萨，我要一个人单挑你们99个人。通告：恭喜玩家盘他所演化的物种魔方具备强大潜力，获得成就奖励： 1. 保留魔方物种作为初始出生种族；2. 永久获得沙盘游戏名额；3. 开启第二人生。正好沙盘里现在没人了，我要偷偷在你们背后进去，把你们的弱点都告诉莫杜萨，从此我的名字就叫潘多拉。炼金大帝走后，莫杜萨再次出世，以雷霆手段镇压艾尔敏，恢复了邪恶女巫的统治。想不到现在的凤凰已经接近成年了，哪怕炼金大帝全盛时期都压不住他了。不过我未必要走他的路，增寿的方法还有突破，希望艾尔敏再努力，给我带来些压力，好突破呀。禀告大帝，沙漠地区的炼金部已全部失联，前去探查的4级巫师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东西，竟然疯了，眼耳口鼻都大量流血而亡，极其凄惨。就连6级巫师也是瞬间疯癫，被路过的人带回来了。没有伤势，没有战斗的痕迹，6级传奇巫师算是当时最强存在之一，怎么会忽然疯了？让我来看看他看到了什么。我发现了解难免，入围像个过客，在登场单场离别，并如霜一杯梦魇。只身走过多少个岁月，看完刀光照亮过黑夜，海阔莫行如何来分辨，跟着一梦不过一瞬间，黄沙之中的残影如血，多少魂魄都死不见面，这成败由谁来？莫杜萨大帝，我没事。都怪老子大佬怎么都是这是何等的混乱思维，简直就是邪恶到极点的混乱之神！通知下令，那一片地区的巫师戴上眼罩、耳罩，并同时使用巫术屏蔽自己的视觉与听力，以及精神力收敛，不要向外探查，免得接触到那个邪神，导致精神崩溃。咦，怎么都是一上来就疯狂吐血，一副神经失常的崩溃样子，见到我们疯狂就向外跑。难不成是我们话太多了？卧槽，估计是我们长得太丑了。都怪老司机大佬的扭曲审美。兄弟们啊，别累了，我们要到大沙漠还有多久？我们一定要去沙漠打凤凰 BOSS， 取鲜血，给艾尔敏当见面礼吗？邪神将士、女巫们再次联手，召唤智慧之神莫丘利。伟大的智慧之神，有不可名状的邪神，打破维度降临了。现在正前去大沙漠，对年幼的火焰之神动手。你们的七情，我已经听到了。邪神降临我们的世界，伟大的智慧之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凡人，你们以为我们的世界是唯一的吗？诸天万界，此间不过是新生的小世界罢了。现在，凤凰之神已被重伤，那一尊邪神正在往巴比伦王国赶来。你们随我一起迎战吧。我本体位置仅有一击之力，剩下的就靠你们将其撕裂，让他的肢体散落世界各处了。大掉线之术，这么轻易就解决了？
不愧是神术。我只是让他陷入了沉睡，待其从旧日中的沉睡苏醒，将获得全盛时期的力量，为此间带来浩劫。克苏鲁邪神从此陷入沉睡，被巫师们联手吹散到世界各地，大多数和当地生物寄生在一起，形成了新的魔兽。少数闲鱼玩家则是开启了度假模式，为这片世界带来不一样的休闲娱乐方式。然而玩家们也不是铁板一块，为了独占魔神躯体，不少人开始互相开发，最终只剩下5名玩家相互对峙。想不到你们竟然打算先解决我！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是5级巫师了。是啊，而且你也都收集了大半邪神组织，我们只要把你吞掉，就可以对抗莫杜萨了。没错，你就乖乖让我们吃掉吧，早点结束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那可不行啊，这第二人生还没玩够呢。那只能我仨动手了，你就从这场大逃杀中退出吧。我来帮你，2打3优势在我。准备溜了。莫杜萨，好。永恒之枪，难不成这是创世神之血？哈哈哈，成神更有把握了，力量果然就是这世间真理。我的老师，等着我将你复活吧。可算是把我的血送进去了。如今的我已经是3级巫师了，癌细胞比普通人的更加强大。希望莫杜萨能把我治好吧，毕竟我的身家性命可是关乎着你们世界的存亡啊！就这样，莫杜萨获得创世神血，借助其800年的智慧，在研究了近50年后，成功中和了创世神血的狂暴性，打算点燃神火以后再融入身体。于是去追杀邪神组织，打算借此压力来突破自身。不是，你们怎么又打算先解决我？几十年过去了，你们仨还没分出胜负？别废话了，好不容易抓住你一个人出来溜达，老老实实留下吧。没错，你就乖乖让我们吃掉吧，早点结束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好，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魔人的动静真大，不过可算找到你们了，同为一体，竟然相互吞噬，真是混乱的种族。就让我把你们再打散吧。终于来了，你上当了，莫杜萨，准备迎接死亡吧。是吗？也许死亡的是你们呢。果然缠绕。你竟然没死，我还想帮你收尸呢。差点被你吓死，多亏了这个魔方。近些年巫师们捕到的东西真厉害，空间巫术都有了。我刚才就是藏进去躲过了一劫。确实，想不到空间戒指一样的存在也能研究出来，不愧是研究真理的巫师世界。莫杜萨大帝，让你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卧槽，他们仨融合了，就是这种感觉，比炼金大帝那时候更接近死亡的体验。我终于看到了死亡，原来死亡之真理从来不可接触，只有真正迎来死亡才能看到。真是个疯子，不过总算是解决掉了。以后将是我们邪神的天下了。邪神重新合一，虽然缺乏少量部分，但是加入邪眼基因修炼后，变得比刚开始更加强大，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了莫杜萨。之后再无人可以阻挡他的步伐。埃尔敏在邪神入侵时险些丧命，好在邪神体内的3名玩家意见不统一，发起了内讧，让老司机2人找到了可乘之机，偷偷带埃尔敏逃之夭夭。而邪神在统一了大陆上所有国家后，将所有邪眼修炼资源集中到自己的身躯上，以身建国，让全国巫师帮自己修炼，开启了邪神统治时代。魔兽横行，邪神降世，灭世之灾。你终于醒了，埃尔敏殿下，现在你就是世界的希望了。你是邪神？潘多拉，快过来！你怎么也被邪神抓住了？没事的，埃尔敏，他俩属于邪神善良的一面，对我们并没有危害。是吗？有你的担保，那就暂且相信他俩。话说，现在什么情况？当天我俩亲眼看着莫德萨死在我们面前，随后打探到，复苏的邪神将整片大陆的资源全部搬到他身上，建立起了一个巨型国家，已经跟了3个月了，现在外面一只邪眼都找不到了。那史莱姆呢？那玩意没啥用啊，外面多着呢。那就好。对了，
莫杜萨应该没死，他现在已经可以将死人复活了。什么？起死回生？差不多是复活的灵魂体。潘多拉，快将瑟西放出来问一下。好的。这就是女巫3大始祖之一的瑟西，好厉害，还是灵魂体。我在里面听到了你们的谈话，也知道了事情的大概。莫杜萨没有死，是他自己不愿意复活。我沟通过他的灵魂，他说此界为龙，神桥断绝，成神无望。难不成我们只能等死了吗？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我想走，路就在脚下。这世间没有绝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发现自己，认识自己，靠自己。解决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当审视内心时，便会发现奇迹伟力就在我身。你说的对，那就让我来走出一条成神路。听了这段话，艾尔敏发愤图强，先去沙漠挑战凤凰，于天子之间突破半人境界，终于知道了莫杜萨不能成神的原因。此间能量太匮乏了，强行突破只会能量枯竭而亡。知道了原因，潘多拉魔剑主动献祭，将自己的内空间填满能量，形成一个小型的高能世界，满足成神的需求，找到前进的道路。众人唤醒莫杜萨，以他的眼界看出此法可行，但是此界的能量哪怕全部集中，也最多让一人突破。莫杜萨主动放弃成神的机会，选择研究起来邪神的能力。毕竟邪神的强大他深有体会，如果能得到邪神的躯体，再加上永生之血，那成神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就这样50年过去了。2000 years 期间，艾尔敏带着魔剑献祭了除邪神身躯外的所有高阶神物，可惜能量还是差一点，只好再次挑战邪神本体。快跑！魔神大人们复出了！你们终于来了，这次不打算逃了吧？逃什么逃？这叫战术撤退。不过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了，邪神3人组。哈哈哈！可笑，你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啊！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无法成神的世界就是无敌的吗？别废话了，动手！同为半神境，哪怕几人合力都抵抗不了一招吗？艾尔敏，快按计划执行。好的，潘多拉，抱歉了。没事，艾尔敏，我会永远陪着你的。游荡在天地间的亡灵残魂啊，听从我的呼唤，无为冥府大帝。凡信我者，死亡不是终结，将在冥土里活出第2世。现在冥界已开，王者归来，献祭肉身，助我成神。你们竟想用魔核开辟神界？不，绝对不可能成功的。邪神，你也感到怕了吧？真是晚了，我就是阻止你的最后一道防线。可算解决了，如今就便宜我了。莫杜萨，你真的要成为这种邪恶之物吗？埃尔敏，神也有强弱之分的，这具身体太强了，看我的变身。如今邪眼全部死亡，你也被困在冥界不得外出，你我终将成为新的神话传说。是啊，也许修炼到更高的境界，才能解决能量外溢的问题。刚才的出手已经导致我境界不稳了。从此我就帮你镇守之门了，魔方藏在我身上是最安全的。等以后里面的能量够了，我就进去成神。什么情况？时间在加速，我们世界的薄膜被穿越了。世创世神，法则的化身，没想到时间也会被其影响。艾尔敏，你说人力能够战胜这种存在吗？莫杜萨，你疯了！你会死的，真的会死的。死亡一向不是我最恐惧的东西，我最恐惧的是自己的弱小与无知。凤凰被打自闭了，提前涅槃成蛋了。原来创世神是来找凤凰的吗？4级巫师，这么弱，是创世神的分身吗？当前环境具备一定危险性，是否开启重组母皇权限？开启。伟大的造物主啊，
能不能与我交手比试一场？我想看看传说中的至高神究竟拥有什么力量，哪怕是付出我的生命作为代价。我们无法交手，因为我现在用你们的话来说，才4级。但是力量并非绝对，只要掌握法则，就足以杀死一切。我们无法交手，是因为一瞬间你就会死亡，那没有任何意义。一瞬间，我什么都看不到就会死亡了。什么是法则？天地之间就是法则。你看，生命的生生灭灭都从这里展开。这朵花就送给你当礼物了。沃杜萨，我们的功绩被伟大的造物主承认了，就像是当年的吉尔加美什一样。想不到我的院子里还能诞生出这么大的小美人，托他的福，我的病终于治好了，还获得了永生的天赋。难不成癌症就是一场进化，挺过去就是永生？主人，请你注意副作用啊！虽然你身上的癌细胞少，但是每天也得沉睡12个小时呢。没事，小意思。比起莫杜萨每次9重的沉睡时间，太无所谓了。如今的我已经是4级巫师，永生天赋，只要沉睡的时候躲在院子里就行了。主人，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对了，凤凰蛋，这可是我开辟新世界的小太阳啊，可不能有事。给它加个速，让它孵化。好的，创世神，我来是打算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世界，让你开辟一个新的世界。卧槽，凤凰！巫师世界的凤凰被创世神带出来了，创世神又要创世了，好像是让凤凰去那个新世界。大吊线之术，这里是万物起源之地，一切生命都在这里急速演化，各个世界的生命都从这里开始。我也是从这里诞生的吗？是的，没有生命能够例外，你也是如此。我想让你引导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你将成为那个世界的太阳之神，给予万物阳光。凤凰，你本是一先天神启，于无尽火焰中孕育而生，生而神圣，却落入凡尘，历经千年磨难。如今我将你带回，让你成为那一片世界的太阳之神。当你滋润万物，于世界万物有大功德时，便是成神之时。伟大的造物主，我愿意，我愿意。我将送你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不必过于着急，缓缓开辟一切，孕育万物。你拥有无尽的岁月。终于搞定了，放那些家伙上线吧。我们竟然漏掉了主线剧情。诸天万界中又一个新的世界，这就把他送到地窖吧，刚好试试我新学的巫术。要是成功了，以后我就可以帮人打井赚钱。流沙术，帮我盯着点凤凰蛋，下降到合适的深度，就加速让它孵化。好的。黑暗鸿蒙，天地混沌如鸡子，凤凰生于蛋中，历经混元7劫，奉命降此世以开天。怒哉一声，碎分天地。德于天，存于地，天日高于trời，地日福，亲为天，浊为地，世界因此形成。但开天过于困难，凤凰取巧，又在下层开辟一处空间，从此上为天界，下为凡间，中间9柱以称天地。创世之初，天降圣水，万物起源于其中，青莲妖帝诞生于此。凤凰不喜孤独，遂将自身血肉分散其中，于是血液化生9只小凤凰，骨骼生成淡黄色的小鸟，代替凤凰执行日月更替，羽毛生成风云。从此世界秩序基本完善。当植物出现之后，圣水发出淡淡微光，从中走出成群的人形生物，让凤凰感叹创世神的伟大，哪怕是半神也看不懂这无中生有的神迹。随后天降石碑，给此界带来了修炼的基础。主人，又有玩家达到投放条件了，而且在新世界的凤凰也将您推演的功法完善到了8级。不愧是我最看好的生物，不枉我在巫师世界研究了100多年，才研究出这套新的功法。这可是完全根据新人类从无到有创造的功法呀！还是主人厉害，能想到用魔方和猴子组合成新的物种，在不占用基因位置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修炼，更是能创造出吸收生物散发的生气的功法。主人真是个天才。我就知道我才是最棒的，让我看看这次的生物有什么特点。能吮吸天地能量，
无限生长高度的藤蔓植物。这和我的功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刚好新世界的水管也买好了，就让他去新世界增加下生物多样性吧。世界我来了。咦，这是哪？何方鼠辈，竟然来我天界！且听我们的道君讲道。这个藤蔓的语言似曾相识，和当初那个邪神中语言很像，得试探一下。宫廷玉液酒。妖兽了！我竟然看到太阳开会了，最上面那个领头的好像还是咱们老乡。他跟我说宫廷玉液酒了，我到底该不该回啊？赶紧回复啊！这一看就是类似红军讲到的大场面啊！吴春现在抱紧大腿，还等什么？不要回答，听我的。根据我10几年的小说经验，老乡见老乡，背后挨2刀，先猥琐发育，等以后再看看情况。话说你出来这几分钟，里面都好几天了，赶紧看看还能进去不？别被切片研究了。好的，我再进去看看。你醒了，我是青莲，与你同为妖族，先听道族讲道，有事结束之后再谈。想不到自然界真的有植物诞生智慧啊！不过他说的什么呀？一句也没听懂，这下惨了，刚学会的巫师语白学了，还得从头再来。感应识海为1境，凝练识海为2境，识海藏魂为3境，4到7境皆为扩充识海积攒力量，故积、明神、神藏、子府、道宫、洞天、洞虚，此为前7境，而第8境，我将其命为混元。混元者，即天地之灵气聚以一处，可凝道果。另外传授尔等化形成神之术，身化元神亦作身，一枚道果即须天。此次讲到此结束，尔等好好修炼。青莲，你照顾一下你的这一位同族，教导语言。好的，道君殿下。从此，青藤便在天界跟随青莲学习，直至半年后，青莲化形术大成，才学会子间言语。你叫什么名字？我该有自己的名字，从今天起，我就叫青藤，小名高树。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具备的智慧，但你是我之外的唯一妖族，你也应该修炼。我们妖族要修炼，首先要占据人身，本体藏在识海中，不断修炼，识海空间不断浓郁，就能滋润我们的本体，越发强大。这就是化形。是的，如今你已熟悉言语，那就去见道君吧。你学会了这个世界的语言，我便有一事问你，你有什么能力？蒙昧愣了一下，面对这一位旷古烁今的古老存在，知道是他开天辟地，创造了这些古神，没有隐瞒，毕竟给了自己位置，应该是怀着好意。于是他如实说明。原来如此，吮吸天地能量，结出果实，你的本命天赋很有意思。凤凰沉吟了一下，道：天地初开，世间众神皆有司职，滋润整片凡间，你也应当有神职在身。凤凰站起身，大手一挥，声音响彻整片天界。即日起，青藤古神为地母，司掌大地春耕，当为一木，立于天地之间。此木贯穿天人两界，沟通天地人间，为人神之间的桥梁。此木吸收逝者之魂，吮吸此片天地能量，结出天地道果。蒙昧愣了一下，忍不住小声说道：那你让我立在天地之间，我能走路吗？你根须遍及整片凡土，身躯撑起整片天地，吸收凡间的死者能量，在天界结果，以此运转这个世界。不可移动，在其职，不可擅离，此为神谕，如果违背，火焰将燃烧，魂飞魄散。我这么老实，你防着我。洪荒纪言，有木盖天地之中，承天而不倒，损万物之灵，名为浑元代地。其叶如罗，其木若落，名曰剑木。我一直在想，要用什么方式收拢天地间的能量，毕竟我没有巫师们的手段。现在这棵树终于完善了我的道。开天辟地200年以来，这片天地的太初古神、蛮荒人族两族积怨已久，我一直在压制。当这片天地成长到一定程度，积怨必定会爆发，天地迎来一场血腥灾难。以这片世界开天辟地的功德，换一次这个世界文明的生命浩劫，我已经做得够多了。现在要趁机超脱，突破半神，成为神奇。有道是，一成一毁为一劫，
这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就叫天地大劫吧。大家要趁早进来，现在众生还没有开化，我一进来就获得了天大的福缘。首先，我成为天地间第16个听到的大机缘存在。其次，我被任命为先天古神之一，青藤地母、大地母亲，司掌万物春耕，大地生命回归之处。如今的我就是开天辟地的道君之下最强大的古神之一，大家抓紧时间进来享受啊！有图有真相啊！我雷神实名帮顶，虽然晚进去了半天，但是这里天地混沌初开，很多规矩都没有定下，天地的刚统运作极其缺乏人手。我一进队就被任命为雷神之子，大家看我多帅气！现在的我只负责降下雷霆，估计以后等天地完善后，我就要掌控天地雷劫了。到时候大家就要过我这关了。我来证明是真的。他打雷的很尽职，发出来的雷声很大，天地间都听得到。哈哈哈哈！我果然也得了一个职位，比雷神强大的多了。一进去就成为了先天古神月神的心腹手下。果然天地混沌初开，天地的刚统运作极其缺乏人手。大家看到那天空之上一轮美幻的月亮没有？隐约看到一棵树，旁边有个威风巨汉在砍树，那就是我。我再说一下我的工作，我负责整个天界众神的伙食，对，各大古神的饭菜，简直就是掌握了整片天界众神的命脉。我看谁不顺眼，完全可以偷偷毒死他。以后你们进来要小心一点了，我会在你们的饭菜里下。我来证明是真的，全天下都能看得到月亮上的画面，简直是给全天下喂狗粮。饭菜我也吃过，料理很不错，并且非常珍贵，但不是等闲古人能够吃到的。我也是前一阵子因为工伤吃到了一口，简直鲜美，人间绝品。果然遍地神职，我来这么晚也得到一个好职位，看到没有？这就是我。我竟然成为了刑罚之神，掌管天条秩序，可斩任何违抗天条之辈。是啊，没想到我能混成雷神同事，现在大家都叫我电母。这些老六，要不是我能看到小世界全貌，我也要被这些家伙骗过去了。一个个的都被凤凰下了禁制，没有自由不说，还天天打黑工，真是能坑一个是一个啊！这些家伙可够阴的，不过他们运气还好，后面进去的都被当成灵宝神石直接炼化了，打工的。你有何本事？身躯不死，血肉可救人作药。好，那你就去侍奉月神。谢道君。你既身躯有如此特性，便与月神共同司掌天界众神的饮食，可为灵善。什么？我浑身为药，不仅可自愈不死，也可救治麾下将士。汉年我作为战神，当统领天界士兵，化为一支杀伐果断的不死天军。哦，你既然是不死，要你这颗头有何用？满嘴喋喋不休，你有无头之躯，也能在月宫之中胜任神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我身。哎，也不知道地母他们什么时候来嘲笑我，没他们来得早混得好也就算了，现在还是个残废。2000 years later， 这都多久了？他们平常这么忙的吗？都不愿意跑过来笑话我。话说从前有一座看不见的山，上面住着一群看不见的仙。一个翻越上了山，也要做神仙，要有真教书把大把的仙丹带回人间。要做神仙驾鹤飞天，便是成绩妙不可言。要做神仙驾鹤飞天，便是成绩妙不可言。再说一次，我为一神之人，学我者死，你们确定？那么就来吧，割下我的肉，眼耳口鼻，然后把我的血肉融入你们的鲜血中。如果能活下来的话，你们就叫这个字。上为天，下为地，中央为建木，其中有2人，异域男女，无字。天地为龙，人在其中，人是被囚笼禁锢的存在，被天困，被地缚。正所谓是妖魔鬼怪夺仙神，毁掉污字方成人。
你们是神之逆族，对我的不死血世世代代诅咒，就算巫族。有一日，你们要打碎那天，扯下那围攻，毁了那岛，砍了那地面的建木，断了天地两界的来往，你们再回来救我。道君开天辟地，为天地定纲统。13先天古神、先天灵宝、剑木、斩神台、雷锤陆续出世，天地规则鉴定，道君隐退。9大太阳真君便有建立太古天庭之意，并且放话如有不服，9日当空，焚烧大地，毁灭人族部落。次年，人祖须有年上天，一人坐镇太阳神殿之前，挑战9位太阳古神，堵住门口。一次只能出去一个。放肆！人祖，念你当年与我们共同听道，只要臣服我们的统治，便不灭人族。你竟然如此放肆！怎么可能？我们是不辱古神强大，但我们人族数量众多，我一个人代表一族。识海体系这么恐怖吗？只怕他把整个人族内空间修炼的储蓄都放在了他的识海里，他一个人就足以代表一族。修天地能借外物，明明才6级传奇巫师的境界，却拥有跨越一整个7级史诗、近乎半神的战力，太吓人了！不愧是我研究出来的体系啊，我真棒！这一日，虚有年天界只身镇压9大太阳古神，天界承诺继续维持统治，不再提建立太古妖庭，虚有年才再次回到人间。道君为生灵传下的是开辟内空间的路径，而人的意识居住在这片内空间中，却不能得到凝练，只是伴随着居住空间变大而变强，这是量变，却不是质变。于是，灵魂凝丹法。普通人族只有30-40年的寿命，当年一战几乎把人族所有修士消耗殆尽，如今神族又蠢蠢欲动。天上又有了异动，我再上天一趟。父亲，请带上我们的修为。老头，你不该来的。地母亲的，你是个好神。回去吧，你不应该死那么快。带走我身体的一部分，它属于你，能让你找到变强的办法。3年后，虚有年再次以孤身闯入天界，镇压9大太阳古神。意识不可为无根浮萍，要有食物寄托，见物为元神，藏于识海中。此元神可提升灵魂修为，也可为本命后天至宝，寄出来攻击他人。我曾经想过，既然古神化人形，以人为躯，本体为元神，那么我们人类为何不能反过来，以他们为元神？人族是身躯，缺少元神；古神是元神，缺少身躯。我们的识海，可那天地古神，甚至只要我们杀了太阳，抹杀太阳的意识，金丹融入，便是一尊太阳元神，祭炼为本命法宝，司掌太阳神职，取而代之。又过了10年，虚有年再次闯入天国，不，这次再也没有回去。9大金乌身受重创，虽然拖延了几十年，但天庭依旧成立，9尊太阳古神为9方天帝，各自司掌统御一方。而金乌大太子龙宏，凭借天底下最强大的战力与惊世才情，坐镇中央，直到50年后。是时候开始了。樵夫，你叫我地奇。好的，地奇。这些年巫族潜伏到天庭积攒力量，如今已经可以准备射日了。9方太阳天帝当有你一位。这些年来的人族修士巫族把他们的修为叠加在了这12巫族身上，他们12人汇聚了2族的全部气运，天地大势，再加上妖族的帮助，短短100年便开天辟地12位先天存在，除了月已泯灭了，他们被作为元神融入了12位最强大的巫族中，被后世称为12祖巫。他们替代12先天古神，执掌神职。而当年山间的樵夫，此时名为地奇，为祖巫之首。陛下，我们是不是该毁雷神锤、伐剑木，救出我们的巫族？为逆神，人要打破囚笼方为自由，再让一尊旧日的古神待在头上，我们便违背了初衷，就继续让他镇压在山下，每天吃喝供奉便是。又一年，地奇登基帝位。人族于后天生灵有大恩，
当编撰一卷元神真经总纲，以祭奠其功绩。同时，我要娶月神为妻，各位下去帮忙准备吧。如云儿，别怕，是我。你不是帝骑，你是金乌龙红。谁说我不是帝骑？我身世清白，就是人族出身的巫族帝骑。我的几个弟弟太愚蠢了，几百年下来，狂妄自大，以为自己是太阳谷神，天地不可无日，没有人敢杀他们，也不会杀他们，除非世界毁灭，自己就不会死，并没有给自己留下退路。而其他几个古老的先天存在，紫青、双云峰极其聪明，或许也在我之后察觉到了大劫将至的大恐怖，陆续下凡成为了巫族的一员，留下后手，躲过古神大劫。甚至现在，他们这些古老的存在已经重新混在12祖巫之中，甚至连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如云，不管天地如何变迁，世界毁灭，只要能活下去，我就要带着你一直活下去。我要为你建立最美的行宫，开心的生活。虚有年真是个可怕的对手，如你所见，你成功了，我自己推翻了我自己。50年间，天帝命人撰写虚年会员宝卷，以祭奠人族虚有年，在其中囊括了天下各大祖巫、大巫全部的修炼方法，毫无保留的供人参阅。其中有至高12会元天经，天地间只可同时有一人修炼。此时12祖巫以身合天道，为天地唯一大圣，弥补天地刚统。亦有36阴阳地经，分别是司掌天地各处重要强大的职位，由天庭各大重要人物担任。整片大地划分4方土地，分居4族，各自休养生息。从此天庭执掌天道，不干涉凡间人道，天地各族自行繁衍。巫族天地治世期间，讲究天下万灵平等，妖族、人族、巫族，甚至蛊族也容许繁衍。蛊神的残余后代现被称之为蛊族，毕竟除了13先天蛊神外，都是后天繁衍的生灵。蛊神一族也算是后天种族。天庭知道大地没有征杀，相互和睦是不现实的，压抑仇怨久积必成大祸，便允许相互征杀，甚至可以奴役对方种族，有种族兴盛，也有种族衰败，为大征之势，只是不可彻底灭族，赶尽杀绝。实际上，人巫两族有内空间，可以作为蛊妖两族的化形身躯。蛊妖两族作为识海元神，也是人巫族狩猎的目标，相互狩猎补全，才能踏上修行路。巫族虽然为天地主角，天地却不独断天下，给凡间各族崛起的机会。其作为后天生灵第一尊大帝，可谓有惊天动地的胸襟，甚至五族也能重新上天任职。一帝镇4族，帝其大气魄，包容天地，雄才大略，古未有之。甚至他后天生灵的身份，折服了古老先天的古神，月神心服口服。这一尊与开天辟地同生的先天古神，愿意下嫁给一尊后天生灵，用言语都难以形容他的伟大功绩。为天地立心，推翻了天地古神的统治，后天生灵得掌天地刚统，为生民立命，建立天庭，代天行道。为往圣继绝学，纪念人祖虚有年，开虚年会员宝卷1卷。为万世开太平，天庭只维护刚统，大地各族自由，人人可争当世。一毁一成为一劫，天地一毁，也是时候让我成道了。水到渠成，缺的本来就只是能量，现在顺其自然的就突破了，感觉有一股难以言明的力量，混元之下，皆为蝼蚁。难怪当时的艾尔敏能一招秒杀了邪神，如今我终于成神了。这就是正道混元吗？肉身依旧是半神的力量，但如果付出一定代价，可以让寄托虚天之上的道果出手，便能爆发混元境的威力。这片天地该忙的事情也忙完了，我是时候彻底归隐，继续探索8级以后的道路了。过去了300-400年，你们的苦也承受的差不多了，我既然凡尘已了，是该把你们解放出来了。卧槽，我自由了！哈哈哈，
开天辟地的道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再没有人能高高在上，天地之间任由我逍遥。这片天庭，凡间要被我统治，属于我的时代要来了。你给我记住，等崛起了，得封你为负责给天庭做其禅使的弼马温。时代在交替，先天古神与后天生灵，双方相互争夺天地气运，先天古神落败，全被打死。以后的天地主角只能是后天生灵，但我们依旧在挨揍。谁叫我们是5大先天灵宝，号称和13大先天古神并列，都是天地初开孕育而生，就要打倒我们这些先天诞生的腐败阶级。可是开天辟地的古老时代过去，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天庭时代开启，我们不能在这里下去了，我得想办法翻身。最近我执掌天条，砍死的古神实在不少，实力已然大增，你们敢不敢放我下来？我要血洗天庭。咦，我自由了？自由个屁！道君走了，巫族又派人来看守我，我怎么这么惨？巫族这些年在天庭，我感觉我们12族巫中有恐怖的旧日存在。我们的人祖须永年，为天下苍生开辟屠神道路，可取而代之，古神必亡。可太古天庭被推翻的太简单了，仿佛是他们自己主动被推翻一样。或许我们之中有古老的存在早已经下凡，躲在我们中间，这也就是地奇大帝不敢轻易救下巫族的原因。12族巫肯定混进了旧日的古老存在，窃取了我们的成果，依旧高高坐在诸天之上，甚至还不止一个，甚至地奇都不能相信。什么？地奇大帝可是？呵呵呵呵，不可排除是某位古老的存在下凡化为樵夫，成为天地间的第一尊巫，利用我亲手推翻自己的统治。娘的，谁帮我把树砍了？把我挖出来啊！堵得太死了。1个纪元都过去了，我们不要再相互陷害了，求求你们做个人吧。我们这些玩家快要被土著给活活揍死了，出来讲和算了。自相残杀，被活活揍死，这几个大佬不是在里面过着酒池肉林的奢侈生活吗？执掌大地的地母，执掌雷霆的雷神、食神、电母、司法之神。呵呵呵，大家看他之前发出来的截图，所谓地母其实是根本动不了，相当于关禁闭，作为连接天地的桥梁。呵呵呵，大家快看他发的那一张雷神截图，在那张图里，他其实是雷神的雷锤，每天被锤屁股，负责叫。呵呵呵，大家看那个斩神台的截图，其实他真正的身份是那一个悬着的刀。大家再看那个砍树的帅气吴刚截图，他真正的身份其实是那一颗被砍的肉桂。本经达幸福坑险藏。靠！连潜水了10多天的炼金大帝都被你们这些人炸出来了，你们真的牛啊！竟然惨成这样，还在群里相互炫耀。我们堂堂玩家本来可以一统荒古世界，遍地都是金子的时代，最不济也能混个天庭小神当一当，结果你们相互伤害，内斗起来，死于相互残杀。反正最惨的不是我，但现在再这样互坑下去肯定不行的呀，我们这样下去肯定要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天庭，巫族天庭建立了，别再相互伤害，我们联手吧，众筹一下，准备杀上天去，捅破天，让他们明白我们第4天灾玩家的厉害。你们真惨，只是可惜我刚刚出来不久，还没有开始演化我的新物种，不然我就进去拯救你们了。不过我倒是趁着无聊的时候看了看里面的修炼体系，真是粗糙。毕竟才开天辟地不久，既然力量体系很垃圾，你们完全可以完善一下体系，站在高位上吊打这群土著人，然后捅破天宫，锤爆天地。我们是什么出身？都是巫师世界的学霸，追求知识与真理的巫师世界毕业。也别跟我说你们这些年没有暗地里研究，肯定都暗等机会搞事情吧。来吧，别藏着了，大家都交一下老底，翻天联盟就是正式成立了。我现在是6级洞天境，研究的成果很少，都提醒给虚有年了。那大家先报下修为，雷锤目前是第3境神藏，打神鞭目前是第2境凝神。第1境固基，要不是这个物种生命力顽强，又开启了第2级药剂，早就老死了。这是比惨大会吗？第7境洞虚，第7境厉害啊！
杀了不少触犯天条的顶尖强者，隐藏的那么深，并没有人知道。也别问我为什么不造反。斩神台在天宫附近，12尊祖巫住在那边。既然都报了修为，就报各自的研究成果吧。我的研究成果是丹田吐息法，现在的巫族走人族体系的法师路线，简直丢脸。而我的巫族怎么可能是法师修元神？我巫族不修元神，只修肉身。我的种群本来就是走肉体强度路线，超级暴力流，不然要那么强横的身躯有个屁用？这就是目前人类的经脉路线，通过经脉能量运行，汇聚的终点在脑海，脑海空间叫做识海，以此修天地，施展道法。而我作为巫族，不是没有留一手，防止他们搞我。我开辟的巫族修炼体系是另外一种身躯的经脉路线，把路径终点设定在小腹上，我把这个小腹的内空间叫做丹田。这哪是留了一手，这是留了一整个人啊！哈哈哈！现在的巫族天庭都走了歪路，需要我巫族出世拨乱反正。小腹这个位置是丹田，也是人体中心，手臂、腰、腿的核心枢纽就是核电动力炉。我这个体系能在战斗中把丹田空间的能量通过经脉反向运输到全身各处，拥有恐怖爆发力，超快速恢复，这才是体修大。哟，果然有够阴险。那么我也来说下我这几百年下来的研究成果。我雷锤这些年来和电边一起2个人偷偷结盟了，一起开发了一个新体系，叫做穴位体系。和你竟然想到了一块，除了脑海外，我们还可以在其他地方开辟小空间。只不过我们不是开一个大空间，而是多个小空间。毕竟人的灵魂意识在一个识海空间，一旦要害被击中，人也就凉了。我们秉承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原则，开辟了9个小空间，用来存放灵魂，名为身体9大窍穴。9个空间可以9分人的意识，灵魂分在9个篮子里。也就是说，除非同时打碎你的9个窍穴，不然你是不死的。就算是击中了毁掉一个，你的灵魂只是受创而已，毁掉2个，你可能就少了一大截灵魂，需要休养很久。毁掉3个，你才可能伤到根本，失去了大部分记忆。但接下去毁掉越多，只剩下1、2个，你可能只剩下残魂了，甚至失去自我。但是隐藏在虚空中的9大窍穴，隔着一个空间维度，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攻击到？修为越高，虚空窍穴隐藏的越深，后期只怕是不死不灭，没有人能杀得死你。不灭体，大佬牛批啊！哈哈哈！我觉得可以2个体系融合在一起，丹田加上9窍，就像是9颗卫星环绕一颗丹田太阳一样。中央的丹田作为战斗中的能量动力炉，环绕的9窍作为储存灵魂不死不灭的要害，不仅仅身躯强悍，还可以不死不灭。这个功法既然9颗卫星围绕中央丹田旋转，就叫9转旋功法。那么我也来凑个热闹，我没有像是你们那样开辟了新的内空间体系，但是我研究了一种阴煞入体锤断肉身的法门，刚好可以配合你们的这个体系。很好，那我推荐个合适徒弟吧。最近有个天生圣人，半日故鸡，3岁神造，是剑木妖族和青蛇巫族的结合体，拥有先天元神。如今巫妖2族不和，孩子双亲被抓，无依无靠的，正好当我们的传人。那好，青藤，我们当中只有你可以自由离去，教导弟子的事就交给你了。9转玄功修到后期不死不灭，很不错，非常不错。但现在这个功法已经是我的了，理论上的雏形已经出现，就等他们充当小白鼠，拿自己做人体试验，把这个功法推向成熟，就是我修炼的时刻。母巢，把我的邪眼基因移除，替换成魔方基因。好的，主人。孩子，你先天至尊道体，我为地母青藤，可愿拜我为师？能让我找到父母吗？家庭团圆吗？可以。那我学。洪荒世界，开元天庭237年，天庭12祖巫中，其中一位最古老的存在即将寿命衰竭。我们陆续大限将至，你一生征战数百年，寿命耗损太过严重了。这个世界比巫师世界要强一些，与巫师世界的同境界相比，要多上1半的寿命。毕竟修天地、自成循环、修身养性的功夫自然厉害。7级史诗巫师有600年寿命，第7境的洞虚大帝按理来说是900年寿命，
可是现在，他们500-600年的寿命就已经快要死亡了。地座上，天帝的声音悠悠然道：“我们其他的11祖屋还能撑一段时间，可第7祖屋成山被尊为巫族第1斗战神，战力无双，道法天地，早年间受到的道伤极多，不日将亡。”一片朦胧白光之中，一尊尊祖屋，这些天地间最强大的存在，露出悲戚的神色，满脸愁容。他们气势惊人，整个天地宫殿中，一股恐怖的压迫力如无尽汪洋流淌，撼动乾坤的极道伟力扑面而来，一缕缕地威外溢，弥漫天界。随便一尊洞虚大帝，若无同境界阻止，只需要1个月，就能屠杀天凡2界的全部生灵。与我们同一时代的道友，也要离我们而去了吗？我们彻底老了。本来不仅仅寿元如此，只是都在古神年代中沐浴鲜血拼杀出来，为后天生灵舍身而战，积累太多暗伤，才得以建立天庭。寿元无多，即将迎来天人五衰，不正道混元，圣人之下，终为蝼蚁。在场的古老存在叹息，眼眸苍老，已经老态龙钟。每一个时代，顶多诞生1到2尊盖世无敌的洞虚大帝，甚至一些没落的时代，可能只会诞生几尊准帝。可是古神那个时代，天骄辈出，竟然同时诞生了12尊天地境界的恐怖存在，甚至可以说后来的时代也基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浩瀚盛世。他们每一个人出现在其他时代，都会镇压天下，击败同境界的无数天骄，成为一尊无敌的大帝，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可是现在都纷纷涌现在同一个时代中，才得以推翻古老的13尊先天古神，而其中的地奇作为首领，自然有惊天动地的才情，才能镇压其他11尊洞虚大帝。可是现在他们是真的老了，毕竟在古老的存在，手段再多，修为再惊天动地，也抵挡不过岁月漫长的侵蚀，再强大的洞虚大帝也无法战胜时间。眼前即将真正衰亡的是祖屋成山。地奇天帝沉默一下，朗声道：“成山不日将要离去，太阳元神将要空出一尊，我们这些老人自可趁机退下，选下一任天帝，继承他的太阳金乌，统治天地2界。”周围的古老存在纷纷附议：“天帝所言甚是，我们这些老人要退出时代了，以后属于年轻人的盛世。”那么，青帝剑木青藤，巫族如何处置？继续阵风吧。既如此，成山苦苦祭炼留下的太阳元神，就用来立下一任天帝了。这一日，一则震动天地的消息从天庭传出：成山祖屋寿元将近，各大祖屋有感有心无力，纷纷退隐，将选下一任天帝。轰！天地之间，各大宗派、4大种族、隐士的仙门纷纷暴动沸腾，为之震动。怎么可能？天帝才在位不到600年，就要走向尽头？我本以为地奇这尊无敌的大帝会一直统治下去，谁知道这些古老的存在，早年间受到的道伤太过严重了，一到暮年，再也压不住暗伤，识海都纷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龟裂。唉，混元之下，终为蝼蚁，不得长生。又10年，大地没了，祖屋成山陨落，天地同悲，天地为之哀悼，下磅礴大雨，万里无云，入夜3日，陷入一片黑暗中，仅有月光照拂。重重天地异象起出，为大地祭奠，建立水晶星辰观，洞虚大帝成山被埋葬于其中。入暮当日，天下的仙官、各大天骄纷纷前来。水晶观中静静躺着一尊恐怖的古老地躯，黑发披肩，雄姿伟岸，弥漫着一缕缕令人心惊胆寒的地威。一轮太阳腾空，光辉照耀万物，这是成山大帝的元神缓缓腾空。好一轮焚天烈日，铁骨铮铮。天庭中，众人仰头看去，那太阳散发的光芒璀璨惊艳，仿佛看到这一尊古老的洞虚大帝，随着11尊挚友那戎马生涯，血战天地古神，为后天生灵平定天地的古老年代。一尊古老的大帝开始离我们而去了。呜呜呜！是被那个古神时代称为最强战神的成天帝。天庭中时不时传来老人的哭声。11尊古老的存在，浑身弥漫神光，默默站立在高处，面容露出一丝复杂。不管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成山终究是陪伴他们走过一生，厮杀一生的伙伴。而之后，只怕也陆续有同伴离开。3日后，
成山大帝留下的一方洞虚天地，被11组引入天庭之底虚天之中，一道浩瀚声响彻天地。此天名为大罗天，意为天上天。11衰老的祖屋纷纷放弃了自己的统治，让心腹天庭重臣在新天帝登基之前替代治理天宫，自身进入大罗天这个小空间中避世。他们在这个大罗天中，把天庭储蓄了这几百年的大量天地灵气都放入其中，开始借助其中浓郁到极点灵气，延缓自己肉身的衰老。春去秋来，又过了5年，到长生8岁了。一个稚嫩的可爱小孩童坐在茶桌上，搀着下巴，看着建木的南天城中一个个古修士来来往往，在讨论各大天骄的战斗。回到房间里，桌子上摆满了书籍和课本，架子上写满着初中数学、高中试卷300套的字体。他文质彬彬，像是一个读书人。到长生，今天来学三角函数。虚空中，一道悠悠然的声音传来。很快，一片孩童朗朗的读书声传出窗口。基调不变，符号看象限。可惜你出现的太晚了，如果再早50年，就有可能竞争今天的天地之位。选出新天地又如何？杀上天宫去，反了那天，把天地拉下马。来到洪荒世界学习传说中的九转玄功，竟然要先学数学。道长生是个天才，经过5年的教导，正式拥有了学习巫族功法入门的资格。毕竟九转玄功乃是地母众筹的新功法，需要最少大学水平的数学知识作为理论依据。修炼意图要感应天地万物，吸收众生散发的灵气，山川草木乃至天空的太阳，思想有多远，你就有多远。10岁的时候，他开始定位第一个窍穴，踏入了第4镜子府。这个时候，外面的天骄比试进入了最后的争地时刻，人骨妖巫4位准帝，风姿卓绝，寿命也不过是200岁出头。内天地修炼需要感应牵引强者以及个强大生灵的气息，散发的情绪。4人背后的种族便开始了最后的角逐。青藤地母平静道：安心学习读书，他们在你没有出生的时候，甚至你们父母那一辈之前，就已经开始争斗，是这个时代的主角，与你无关。道长生点头称是。又过1年，道长生11岁，传来妖族坟腾在云山之巅被人族虚微击败的消息，全天下都在震动。听到消息时，青藤地母正在授课，旁边的道长生正在读书。道长生萌萌地说道：老师，妖族败了，作为妖族，你有反应吗？青藤地母叹息道：4族中，妖族的体系最弱，最为粗糙，各大体系境界不完善，毕竟妖族只有青帝一人，还一直被镇压，败亡了是理所当然。又1年过去，道长生12岁，5月中旬，又传来巫族张无为在云海之上被古族段山义击败的消息，举世皆惊。现在可是巫族天庭，巫族为天地主角，最为鼎盛，竟然那么快就败了。整个巫族所属的城池建木南天城开始陷入了哀嚎之中。这个时候的5月，只要道长生出去，就能看得到街头巷尾都在流泪哭嚎的人群。青藤地母继续平静的道：不要吃惊，巫族的体系本也是一条歪路，就算是有12尊大帝又如何，照样是条歪路，难道就没有人察觉吗？身躯强悍不死的巫族，修炼人族的内天地道法，走道法路线，简直背道而驰。道长生浑身冷汗淋漓。我们巫族的道路是错的，甚至12尊天地全都是错误的。这话说出来简直荒谬，被天庭知道要被送上斩神台的。青藤地母柔声道：你学的九转玄功，只修身躯，不修元神，才是巫族正宗。以后要你出山拨乱反正，我会被活活打死的。道长生浑身微微颤抖，他年少早慧，知道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会引起什么样的恐怖震动。青藤地母说道：安心读书，如果没有错，剩下的古族与人族之争，必定是人族的天骄虚微获胜，第一尊人族拟天帝要诞生了。为什么？道长生忍不住小声问。天下4族修炼的都是人族开辟的功法，修炼不是为自己种族量身打造的功法，自然必败，并且这最后一战大胜后，虚微必定突破第6洞天境，成为洞虚大帝。为什么？道长生忍不住又问。因为第6境洞天巅峰作为准帝，卡住他们的是自己的道心，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真理。
他们需要贯彻自己的理念才能突破，所以他们很早就在一直蓄势，一路挑战各圣地名门。蓄有我无敌之时，战败天下全部天骄，就是他们蓄势抵达顶峰，成为举世第一人。突破到大地的时候，最后2位天才相争，胜者必为大帝。这也就是一个时代很难诞生2尊洞虚大帝的原因。600年前开天辟地的古神时代，的确是一个恐怖的盛世，竟然随着天地大势，诞生了足足12尊天帝，推翻了13古神的统治。道长生似懂非懂。又过了1年，道长生13岁，这一次的战斗竟然就在剑幕之上。道长生再也压不住内心的躁动了，忍不住外出去看最后的天地之争，打得天崩地裂，五彩的霞光弥漫天地，灵气弥漫四周，爆发出璀璨的光芒。这一场战斗瞬间开阔了他的眼界，最终人族虚威于剑幕之上，败于古族断山易。借此压力，古族断山易竟然突破第7境洞虚，成为当代的第1尊洞虚大帝。弥漫惊天动地的压迫气息让人难以直视。道长生很吃惊，地母青藤又猜对了，胜利者必然当场突破成为1尊天帝，只是获胜者不是人族虚威，而是断山易。这时青藤地母也传来惊讶，咦，古族竟然出现了一个了不得的奇才，断山易竟然开辟出了一条属于古族的修炼法雏形，隐约让我看到了当年虚有年的身姿，看来这一世的天地之位竟然要落在古族手中了。周围也一片震撼，不可思议，古族怎么可能是古族？这一世的天地主角当为我人族才是。有悲戚声与哀嚎声，也有兴奋声，他们都激动到极点，他们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道长生却很平静，他像是郊游旅行的小书童，粉雕玉琢，拿着一本学习资料，慢慢顺着树干的道路缓缓回到南天城。青藤地母说道，你看他们的战斗有什么感想？道长生想了想，老老实实回答道，他们很粗糙，不懂数算之法，只懂得简单感悟天地，运转道法，并每一个境界都不稳不完善，全都是窟窿，在我的数算中错漏百出，同境界中我一个能打他们4个。好，激流勇进，13岁就有这种气魄，你已经听明白我说的道心蓄势是为何物了。我图长生有大帝之姿，既然你那么得意，我想让你50年之后上天伐地。道长生瞬间脸就黑了。道长生虽然年轻，却也已经懂得很多知识，修行一路，修内天地，十分注意心性，要突破洞虚大帝的境界，需要一路挑战天下各大顶尖强者，抵达有我无敌的气势，道心无瑕，所以基本上需要天下无敌的时刻才有称帝的机遇。上一代帝者陨落时，甚至彻底已逝，当代的大帝民俗圣地，年轻人才开始走大帝路，争下一代的天帝之位。但有天帝在位，你在不能突破的情况下，要以第6境洞天打上天庭，挑战1尊恐怖的洞虚天帝。老师，你在说笑吗？放心，我们已经为你规划好了一条独特的成帝路线。青藤地母道，你只要认真读书就好了，学好数理化，打遍天下都不怕。道长生只感觉沉甸甸的，身上的担子无比沉重，装着几位老师为他提供的修炼秘籍。绝世秘籍的名字也十分独特，空间解析几何，从入门到放弃微积分，从旺盛学到秃顶，他只感觉前途一片阴暗。开元天庭287年，断天帝登基，雄才伟略，大治天下，定28星宿，分24节气。自此之后，天地混沌初开，始分日夜，月见有阴晴圆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道长生正在书房里读书，书架上满满当当的书籍，他在算题，没有计算器，让他的脑壳有些酸疼。他忽然惊叹道：太雄才伟略了，这是一个几百年不出的奇才，竟然为天下的纲统划分了日月星辰、28星宿、24节气。是很勤奋，雄才伟略，没有了9日循环，只剩下一个太阳，早上8点到晚上6点，他要每天工作10小时，但就是因为这样强势勤奋的天帝不是昏君，用来大闹天庭，才对你有一点点的小难度。道长生脸又黑了。又1年，道长生14岁，这时的他已经突破第4境子府，抵达了第5境道宫。
14岁的道恭敬，前所未有。这是足足5尊旧时代的古老存在联手，辛苦培育出的弟子。空气中终于传来青藤地母的声音：不要再看书了，你已经14岁，该踏上走大地之路，一路挑战强者。没有强者是读书读出来的，天地是一条血淋淋的道路，你现在该从剑幕的众城开始闹起，一路大闹出去，大闹整个凡间，然后该树立一道旗帜，占山为王，然后招兵买马，反了开元天庭。道长生彻底脑壳嗡嗡作响。我才14岁啊，我还是一个孩子，会被活活打死的。剑幕开天城是古老的人祖宗派分支之一，开天剑幕宗建立的。此时熙熙攘攘的城门口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孩子，他来到了开天剑幕宗的宗派门口。各位前辈，我找一个叫做穆愿成的男人，就说一个青衣然生出的孩子，过来找他。哪来的小孩子？好可爱啊，粉嘟嘟的小脸，好想捏一下。他还害羞。演道场上，一个男人缓缓转身，满脸愧疚，看着这个稚嫩的可爱孩子，万分苦涩。我对不住你的母亲依然，但是我当时不能随着她离开，因为那个时代各大天骄争地，我是我们宗门的天才，我父亲不许，宗门不许，我如果离开必然引起追杀，而现在我是开天剑幕宗的宗主。没事，父亲，我不怪你，我来看你了，我只是想来看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听说你又为我娶了几个后妈。穆愿成看到青涩懵懂的孩子，内心突然一酸，觉得自己封闭了多年的冰冷内心隐约破碎了。他忍不住道：我这些年的确是受到了父亲的强迫，娶了13个妻子，以后他们都是你的母亲了。我谢谢你。我靠！终于交代出来了，你这个可恶的渣男，我要打死你！为娘亲出气！一刹那之间，气势冲。是妖魔，快放下我们的宗主，饶你不死！他们纷纷大喝，恐怖的气息乍起，道长生自己也惊呆了，自己真的能越级而战，能依靠数算找到他们道法构建的破绽节点，分解道法。他眼睛一亮，顿时意气风发，想起了老师的那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啊，原来我已经那么强了，万法不侵。我老师对我说，这种渣男就要重拳出击，抓到我母亲的面前，磕头谢罪。你的儿子，这原来是我们家的孙子，重孙子。穆愿成一脸悲愤，不要相信，这是个冒牌货，我哪来那么大的孩子？我儿子才14岁呀！你看看这大光头，这个强壮到恐怖的大块肌肉，他的手臂和我的腰一样粗。狠狠一脚踩下。对啊，我才14岁，我还是个孩子。不过我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爱母爱，我10多年来一直在读书，做一个饱受罪恶的读书人，这种感觉，你们这些大人能体会到吗？我的其他同龄人从小都在父母的关怀长大，现在甚至还在上私塾，吃着糖葫芦，聊着波浪鼓，而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的关爱，一直在读书，一直在读书。哪怕我是老实巴交的文弱读书人，从来没有打过架，也忍不住要揍你这种坏父亲了。14岁能长成这样，你还是一直读书，从来没有锻炼过的文弱书生。众位隐士长老眼皮子疯狂抽搐，都惊呆了，看着一个1米高的爆炸强壮肌肉胸贵巨人，一个锃亮的凶悍大光头，头顶上还布满一根根青筋。渣男，我要抓你，去我娘的宗门谢罪！放下宗主！他来到太蛇妖宗的宗门，一路杀了进去，找到了被宗门因为犯下大错禁锢了14年的母亲。他已经沦为了凡人，白发苍苍，几乎濒死。开元287年，断天帝登基，大治天下。次年，通天剑幕异变，出现一尊恐怖的巨人法相，万法不侵，杀入了剑幕城内的2个隐士大宗中，救出母亲，带领母亲落入凡间之中。他教导母亲重新修炼，化为体修，并且半年后，他出现在妖族统治的东胜神州，看到了一颗头颅，这是他的下一个老师巫族。来吧，好好学习。我们就是单纯的教你而已，别多想了。怎么可能真让你50年就上天伐地？那不可能做到的。其实只有30年，我们就要你上天伐地。毕竟天上天30年一开，那些祖屋必然会认识出你是我的弟子。道长生跟祖屋学成之后，带信物找青帝学法。你很不错，虽然只是半个妖。老师，你在想什么？他年我若为青帝，
暴雨桃花此处开。鲍长生袭击我等宗派道统，你罪该万死。道长生在战斗中不断升级，最后竟派出了上代巫族天骄张无为。你真是天纵奇才！你这是什么功法？是人皆修道法，你修的是身躯，要不要上天掌权？段天帝刚刚登基不久，急需人才与心腹，必定对你极其赏识。天骄战败后，对道长生发出邀请。徒儿，你怎么看他？我13岁的时候看他们，觉得同境界内我能一个打他4个，以我现在的眼光回想当初，我能同境界中打他们10个。谁知道交手后，不仅仅我在进步，他们这些年也在进步，我现在只能同境界中一个打他5个了。老师，现在我该怎么做？这是一个天大的机缘啊！我不想努力了。一般来说，随便投降，对方反而不珍惜你。你要多拒绝几次。还记得老师给你讲过凡界的一个故事吗？三顾茅庐，你现在应该这么说。你问我为什么能击败你？因为你的路走偏了，一开始就歪了，所以你的战力太低，是个垃圾。你好心帮你，你去。我针对的不是你，我是指在场的各位巫族都是垃圾。我生到此世来，便是为巫族开辟一门修行法门，巫者不死身也，可力拔山河，只修身躯，不练元神。现在的巫族都修炼元神，都不得正法。老师，这样真的好吗？没事，还会再来的，三顾茅庐嘛。战败后的天骄对天帝报道：道长生不知好歹，是搅乱天地的祸害，连天帝邀请也敢拒绝。天帝眼帘低垂，不信一家之言，他求才若渴，更何况可能掌握这种新力量体系的天才，如果不是自己存在，他必然有成帝之姿，超越自己。他又命人族天骄虚微下凡，你去看看怎么回事。你果然很强，不如与我双宿双飞，一起去天庭任职。老女，你虽然长得漂亮貌美，其实比我妈的岁数都大。虚微大怒，回去禀报天帝。道长生不知好歹，天帝终究雄才大略，认为天骄总有傲气，又派人下凡。你去看看。结果妖族坟棚刚刚下凡，就被道长生狠狠翻在地，疯狂打得不行。妈的，你们3个本地其实我不可能说服对手。老师，真的要这样吗？这个三顾茅庐真的有用吗？有用啊！三顾茅庐之后，估计就是真正的天帝下凡来请你上天了。真的？你看，已经来了。道长生藐视天威，祸乱天地，有逆天地，谋反之嫌，当斩。不对啊，怎么和我想的结局不一样？好了，你可以去和天帝打一场了，上天伐地，去吧。拖出去了，干！此桀骜不驯之辈，当杀。命雷公变母，处天地雷击，遂其元神，而后送上斩神台，遂其身躯。我不服，我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啊！道长生藐视天威，祸乱天地，当杀。命雷公变母，处天地雷击，遂其元神，而后送上斩神台，遂其身躯。10万雷击电闪，煞气千锤百炼。道长生终于肉身成圣，突破7级定虚，九转玄功，不灭金身。多谢恩师传道。以立正道，肉身成帝，有趣。道长生，你很不错。想不到你竟然是先天古神的弟子，我还以为你是祖屋的暗子。让我们联手吧。联手？上古祖屋已经堕落，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甚至成山天帝也是他们联手暗算的，仅仅是因为活人的内天帝承受不住大地。那你是谁的弟子？我们又怎么能相信你？难不成是成山天帝？我的老师确实不是成山，而且就在祖屋当中，但他已经腐朽。他曾教导我
如果他堕落了，那就像他们铲除古族一样解决掉他们。如今的我也不过是想履行职责，他们太老了，所以对生更加渴望。大罗天只能延缓，想要解决，那就只有一条路。成圣？不错，你也知道成圣主要缺的就是道果。当年的上古大战才成就了道君一人，如今又怎么凑齐那么多能量？难不成他们想？是的，吞噬天地所有生灵，成就圣人。如今的我战力已经超越他们大部分，但要对付他们12个有点力不从心。就连你也能超越古代天地？是的，我们2人的战力已经靠前。虽然我们抗争11尊古老的存在，终还是太过勉强，但是即使是我们2人战死，也要为天下苍生谋生机，庇佑万民。那他们就太弱了。段天帝忽然呆滞，脸瞬间就黑了。我的老师说，让我吃了你，把你作为我丹田的太阳熔炉，我就足以天下无敌。我现在算了算我的战力，那时的我，如果都像是你这样的，我能打他11个，把他们活活打死在现场。黄旺，我可是老实人，你看我的气质就知道了，我从不撒谎。那就让我看你的本事。我徒弟的本事怎么样？哼，还算有几分本事。你修元神，占据人身，到长生修身躯，不修元神。你知道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吗？简单来说，你们2个合体。生者的内天地是无法承受一尊洞虚大帝生活在里面的，不然11祖巫也不会杀死一尊祖巫，以他的内天地为大罗天集体进入。你们的身躯脆弱，自然无法承受。那么体修呢？世上最强的不灭金身呢？把你的内天地吸纳入到长生的内天地中，对你而言，你只不过是换一个身躯而已。识海空间能融合？当然，每一个识海空间的灵魂频率不同，可以找到频率共振，可以相融。这需要一种特定的速算功法。什么玩意？听不懂。以后再细说，现在你只需要假死，藏在道长生内天地就行。好。等会，段天帝，给我签个名再死。地母青藤，就是写个自己的名字。段天帝低头，默默签名。能不能帮我摆个姿势？青衣少女又脆生生的道：就是趴在地面上，假装你战败了，我一只脚踩在你身上，然后让我打个 V 型的胜利手势。段天帝脸瞬间又黑了。哈哈哈！青衣少女憨笑了几声。那就算了，你可以去死了。这一日，段天帝陨落，到天帝登基，传下肉身成帝法。到天帝并不励精图治，仿佛一个外来世界的入侵者。短短3年，便将这片世界所有陨落生灵的内空间融合到了9大窍穴，掠夺整个世界的资源，疯狂命人挖土取水，摘下天空的星辰，掠夺这一片天地的各种宝物，将9大窍穴营造成9大福地，将整个世界的生灵搬到9大福地，让整个世界的芸芸众生提供香火，再以金乌为主，形成永恒不息的动力源。还好我的动作快，再迟挣到个几百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现在的我只需要躲在暗处，不断吮吸一个个时代文明的成果，九转玄功，不灭金身，非常不错的功法。但是现在它是我的了。道君看似消除了印记，但仍旧留有一丝丝神识，在监督他们的一举一动。混元圣人的手段，他们自然无法察觉。这些域外天魔和当年入侵巫师世界的是同源，可惜没看出来他们的传送手段。正道混元后，前路未知，我先内外双修，双正混元。这帮玩家怎么回事？我就睡一晚上，地窖怎么空了？不过九转玄功确实不错，但是现在它是我的了，看我内外双修，双正混元。段天帝何在？段天已死，如今是我到天地的时代。昔年人族须有年，只身上天，一人坐于太阳神殿前，拦住9大金乌灭世。今日我到天地当效仿人祖，在此横断大罗天，诸位天帝不可外出。你们
你们为什么不回去？我不想让你们在我心里形象崩塌，我也不想与你们敌对，因为我和你们一旦对上，我一个人就能把你们活活打死。奏他！古往今来，天下英雄真如过江之鲫，13尊古神岂有缘？古我都淡然而过，你是第一个走到这步的。你们很强，已经干掉了我一条命。我本来以为我修成盘古金身能打你们20个，现在一试竟然只能打你们10个。可是我还有99条命和你们耗。有气人，实在是太有气。他还在不断的借着他人之手突破半圣。你们先回去，由我来突回。走。你是第一个真正逼我出手，你已然足以骄傲。除了我的妻子月神，从来没有人见过我真正的力量，因为他们都死了。看好了，这是我的全力。你果然很强，一个能打我3个，但是我有100条命，累死你都打不死我。哦，是吗？那你打算怎么击败我呢？我虽然没你强，但是我有整个世界作为后盾，让你看看我最强的手段，100命合一，盘古真身，万倍身躯的加持下，这一击道长生，你肯先上你，说窍诀开，法身现。开挂了吧？复制粘贴都没你快啊！你这盘古真身确实很强啊，除了月神，大罗天的所有都被我吸收了，才勉强施展出来。我决定要留你一命，挣到之后我便离开，你就带着悔恨好好变强吧。双帝之争波及甚广，就连春天石柱也抵挡不住。不好，天塌了，此界要重回混沌了。没有道君的先天混沌火焰，我们无法重开天地。我要承继这片天地。再这样下去，不仅他会死，天地也将逐梦凋零。我来为天地主生，到长生不可死，以我的灵魂为准备。当神的灵魂，再不到我也来。倾听，不要啊！青藤，好好活下去。青天红日，撑住了！到长生不愧是你，什么情况？有圣人跨界而来，干扰时空，动静真大。我家地窖没他，多亏了你。近10米的巨人可真壮观，不过太高大，反而不利于战斗了，有点骨质疏松了。先帮你们把天撑起来吧。这是什么手段？浑然天成，毫无术法波动。道君手段我都能看出一二，这位圣人竟然看不懂，不愧是能影响时间的圣人。创世神大人，道君也出现了。我是道君所创生灵，应该能攀上关系。伟大唯一之神，要帮忙吗？不必，就是如此补全，不他便可，不必多费心思。凤凰，你历经7劫死亡磨难，降于此世开天辟地，有大功德，已然成就混元圣人，修成正果，超越世间万物的生灵。是啊，感谢伟大的创世神，您能带我离开了吗？你已然成为神之凌驾世界之上，可自行离开世界，穿越诸天的路径。拜见2尊天地圣人，拜见道君以及另外一位混元圣人，谢2位圣人跨界而来，拯救荒古世界。大胆，此为当我是一尊圣人即可。帝奇，你有何事？求圣人收我为徒，传我无上道法。你欲修道，难于为圣人万倍。我教不会你，这片天地，诸天万界，129600大千世界，其中3900圣人洞天教派，亦无人可教你。你既欲求道，须知道法天地，无以为师。你天资惊人，可隔万物求道。我可赐予你一场大造化，入归虚之地，自寻机缘。归虚为何地？归虚为真，万界为假。归虚为真，归虚如棋盘，万界为棋子。
棋盘古朴无华，其上有棋子129600，看似光芒四射，攻杀不断，一枚枚照耀整片宇宙乾坤，可那又如何？原来如此，棋盘为真，永存于世。我悟了，多谢圣人提点。道天帝，我已然先走一步，我在会员等你。这卦开的有点猛了吧？我就说几句话忽悠你就突破了。棋盘为弟子为天，此道艰难，亦无需贵圣人，只拜天地，天地为师。你可以要拜入此师门。弟其愿意。可此路估计归墟之中为死地，茫茫渺渺，无穷无尽，无数年未必可遇世界。弟其愿意。远古圣人弟其真心愿前往归墟之地。可能否也让我进入归墟之中求真？众生众灵各有机缘，你机缘不在此处，无需强求。求道者得道，求真者方得真，才能横渡一场场纪元，破败浩劫，拖出棋盘，操控棋子，成为棋手，化为以一个个纪元未年翱翔在诸天万界中的苍鹰，在诸天万界落子。进来吧，送你去归墟。谢圣人。此间事了。原来我才刚刚起步，可也即将突破，能离开这一片世界，会追随您的脚步。6级传奇的我到这里还是太勉强了，走你，去给我开辟新世界吧，我该下去了。我是谁？你们创造了我，因何而泣？孩子，你先天至尊道体，我为地母亲疼，可愿拜我为师？那我学。杀了进去，找到了被宗门因为犯下大错禁锢了14年的母亲。因为我和你们一旦对手，我一个人就能把你们活活打死。我是道长生。空间传送阵终于完成了，诸天万界我来了。警告！警告！凤凰即将突破空间，传送到您身边。什么？他连这个都搞出来了？他要传送到哪？是当初孵化的盘子。好家伙，走你！艾尔敏，感受到空间异动了吗？是的，莫杜萨有异界神灵跨界了。这片世界非常自然，与之前的巫师世界还有些像，不过怎么有邪神的味道？难不成来到邪神大本营了？自己吓自己。这里就是归墟，不愧是死地，竟然没有任何空气。别说凡人，即使一尊道宫境也会瞬间爆体，太过可怕了。但我丝毫不惧，我不灭金身，单靠身躯就足以横渡归墟。不过，这就是真正的太阳吗？第1季完。